中共政权70多年来，对中国人民隐瞒了关于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的5大真相，塑造出一套扭曲的叙事。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从教科书到新闻都被灌输类似的观点：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国际上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台湾的民主乱象丛生，不值一提，台湾经济依赖中国，发展落后，全世界都孤立台湾等等。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些叙事背后其实隐藏着5大中共不敢让中国人知道的真相。现在，我们就一一揭开这5大真相的面纱。第一大真相：台湾历史的真相。台湾从未隶属过中共统治，中共声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历史事实完全不同。台湾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存在感，一直到17世纪中叶，明朝末年郑成功才短暂在台湾建立政权，随后清朝在1683年击败郑氏政权，才开始统治台湾部分地区。清朝治理台湾仅200余年，而且长期只管理台湾西部平原地区，东部山地几乎没有统治权。1885年，清政府匆忙把台湾升格为一个省，但仅10年后，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清朝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由此，台湾正式成为日本领土长达半世纪。到了2次大战末期，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同盟国军事占领台湾，接管日本在台政权。然而请注意，占领不等于主权移转。事实上，直到1952年对日旧金山合约生效以前，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日本。该合约中，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主权，但并未注明主权移交给哪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未受邀签署这份合约，因此都无法根据合约取得台湾主权。换言之，台湾战后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台湾属于哪国。更重要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当年国共内战失利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此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分隔至今。台湾从来不是中共治下的叛乱省份，而是一直由自己的政府管理。甚至在1912年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台湾因为是日本领土而不在其版图内。孙中山与蒋介石等中国领导人当年一度公开支持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追求独立的民族运动，等于默认了台湾当时不属于中国。由此观之，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纯属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台湾大多时候不在中国统治之下，而在中共建立政权后，更是从未统辖过台湾。中共却常年对内灌输历史迷思，掩盖这段真实的历史脉络，就是害怕中国人民知道，台湾其实并非他们宣称的历史一部分。第二大真相：台湾国际法地位的真相。国际法从未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对内宣称全世界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立场远比中共描绘的复杂。2次大战结束时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曾表示，日本应将台湾归还中国，但这2个文件只是暂时声明，不具有条约的法律拘束力，而且日本并没有在这些宣言上签字，谈不上归还。真正具法律效力的是1951年签署的一系列对日合约。旧金山合约里，日本放弃了台湾主权，但并没有把主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中的任何一方。也就是说，战后台湾地位处于未定状态。中华民国政府虽继续在台湾行使统治权，但国际法上对主权归属保持沉默。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然而，该决议仅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未提及台湾主权归属。中共经常误导宣称，联合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刻意的谎言。决议文本从未标示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国际上多数国家在与北京建交时，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则往往采取模糊态度。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与北京建交公报中使用的措辞是认知到中国的立场，
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仅仅是知道中方有这种主张，但美国自己并未承认该主张为真。美国同时强调，台湾的前途应由两岸和平协议解决，这等于不承认中共单方面对台拥有主权。许多国家和美国类似，也采取自己的一中政策，并未完全照搬北京的一中原则。新加坡学者庄家颖调查发现，全球只有约51个国家在官方文件中明确表态，支持北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远非中共声称的什么180多国。普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或是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提台湾地位，或者用认知、尊重等词语带过，刻意保持战略模糊。甚至中共最紧密的伙伴俄罗斯，在官方表态上也只是尊重并支持中国对台立场，并未明言台湾属于中国。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民来说或许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中共极力封锁这类资讯，就是怕老百姓知道，其实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真正承认台湾是中共领土。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个中国框架，那是外交辞令，并不代表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换句话说，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正是中共最忌讳让国人了解的真相之一。第三大真相，台湾民主发展的真相。台湾已建立起华人世界最成功的民主制度。中共对内宣传时喜欢强调台湾曾经经历戒严、独裁、政治动乱，甚至嘲笑台湾立法院的肢体冲突画面，借此贬低民主制度的价值。然而，中共绝不敢让中国人民真正了解台湾民主的成熟与繁荣。台湾在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最初的确历经一段威权统治。1949年开始，长达38年的戒严令，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钳制了政治自由，但台湾人民没有被威权击倒，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成功推动了民主转型。1987年解严，解除暴禁党禁，整个社会迅速走向开放。1996年，台湾首次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开创历史。此后，政党轮替成为常态。2000年，在野党首次胜选执政。2008年又和平轮替回去。2016年再度政党更迭，每一次权力交接都通过选票平稳实现。这种民主秩序下的和平转移政权，在华人历史上前所未有，却在台湾成为现实。今日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社会之一，人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可以上街游行表达诉求，媒体和言论百花齐放。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评比，台湾在2025年全球自由度报告中获得94分，属自由等级名列亚洲第2，仅次于日本。相较之下，中国大陆只得了9分，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在全世界几乎垫底。另外，在国际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台湾多年来排名亚洲第1，而中国大陆倒数几名，被称为最大的记者监狱。这些对比触目惊心，但在中国是被严密封锁的资讯。中共深怕14亿人民知道，同文同种的台湾人可以享有如此高程度的民主自由，而自己却被独裁统治压制。因为一旦中国老百姓认清台湾民主的成功，他们势必会开始质疑中共政权，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谎言。当然，台湾的民主过程并非没有阵痛和挑战，例如早期白色恐怖留下的伤痛需要转型正义去疗愈，民主化初期也曾爆发过激烈的政治冲突。然而台湾社会一次次克服了困难，民主制度反而日趋成熟。现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必须通过选举赢得民心才能掌权。政治人物贪腐会被媒体揭露，司法制裁，人民随时用舆论监督政府，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无法想象的权力与力量。台湾民主还孕育出多元开放的社会风气，例如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公民社会高度活跃。很多来台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亲眼目睹台湾选举造势场合的热烈，投票日秩序的井然，选后生活如常的平和，无不震撼于民主运作的井井有条。他们惊呼，原来民主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乱，这正是中共害怕的场景。中国人一旦知道台湾的民主运行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谎言就再也圆不下去了。第四大真相，台湾经济实力的真相。台湾拥有高度繁荣的经济与世界领先的产业实力，中共长期淡化甚至扭曲台湾的经济成就，对内宣称台湾经济离不开大陆，台湾不统一就没前途等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地狭人稠，天然资源有限，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举世称羡的经济奇迹。早在20世纪后期，台湾就跻身亚洲四小龙，人均所得大幅提高。进入21世纪，台湾凭借科技与制造优势，经济实力依然雄厚。截至最近几年，台湾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前20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的数据，台湾 GDP 总量是全球第21大经济体。要知道，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均产值却非常高。台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已超越日本，直逼南韩。2024年台湾人均 GDP 约34000美元，略高于日本的33000美元。换句话说，平均一个台湾人比平均一个日本人还更富有。而相较中国大陆，台湾人均 GDP 更是其2倍以上。台湾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准、医疗条件整体都达到已开发国家水准。这些硬邦邦的数据显示，完全戳破了中共所谓没有祖国庇护，台湾经济将沦落的神话。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在许多领域有目共睹，最突出的就是高科技产业。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之一，拥有全球市占率第一的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全世界最先进的手机、电脑处理器晶片大多出自台湾工厂。可以不夸张地说，台湾掌握着现代数位经济的命脉之一，甚至被称为细盾，是全球科技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反观中国大陆，至今无法自行生产最尖端的晶片，对台湾技术高度依赖，这是中共不愿让国内民众正视的现实。除了半导体，台湾还拥有许多知名企业和品牌，例如鸿海是世界最大的代工厂商之一，生产 iPhone 等产品。红旗、华硕是国际 PC 大厂，捷安特的自行车行销全球，长荣、阳明等航运公司在全球航运名列前茅。台湾在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精密制造等领域也具有领先地位。这样全面而蓬勃的经济实力，远非宣传中那种小小岛屿经济不行的形象。中共习惯吹嘘中国大陆经济总量世界第2，渲染统一才能让台湾经济起飞。但实际上，台湾以仅大陆1%的人口创造的经济成果却极为亮眼。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法治基础上的，民营企业充满创新活力，产业升级靠的是人才与技术，而非政府操控和廉价劳动。台湾人民享有财产保障和消费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无法充分享受的。有趣的是，中国网民自己也曾讨论为何不直接搞垮台湾经济，结果许多理性的留言一针见血，搞不垮，人家靠一个台积电就赚得盆满钵满，自己的经济都搞不好，还操心台湾。这样的讨论帖随即在中国网络被悉数删除。中共不愿让人民看到，台湾经济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自由民主的制度保障了创造力和稳定的投资环境。台湾的繁荣不是靠谁施舍，而是靠台湾人自己打拼得来。在两岸经贸往来中，其实中国大陆对台湾高科技产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台湾对大陆的依赖。这意味着中共即便想制裁台湾，反而会伤到自身产业，这点中国老百姓也被刻意隐瞒。第5大真相，台湾国际关系的真相。台湾并未被世界遗忘，各国对台湾的支持超乎中国人想象。中共对内一再强调，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承认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仿佛台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然而，国际现实恰与宣传相悖。没错，因为北京的外交打压，台湾当前仅存13个正式邦交国，而且多为中南美洲、太平洋的小国家，以及梵蒂冈这样的特殊主权实体。表面看来数量不多，但不要忽视那些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与台湾保持密切往来的国家。截至目前，有近60个国家以各种形式在台湾设有代表机构或办事处，维持实质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几乎所有主要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口头上遵守一中政策，不与台湾建立大使级关系，但私底下与台湾交往热络。他们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科技合作、免签证待遇，议会互访频繁，高层官员也以种种名义交流。国际社会并没有抛弃台湾，相反地，台湾被视为民主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地缘战略和经贸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还在增加。2022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共恫吓，率团访问台北，轰动全球。此后，欧洲多国国会代表团甚至各国部长级官员接连访台，表达友谊。2023年8月，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共同发起全球立法官挺台宣言，明确声援台湾的国际参与权利。许多民主国家的领袖公开表示，台海安全与世界息息相关，不会坐视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更是早在1979年制定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台湾防卫所需协助，等同于间接的安全保证。此外，20国集团、G7 等国际场合联合声明也常强调台海和平重要，矛头明指中共不要轻举妄动。中共极力封锁这些讯息，让国内民众以为没人会管台湾死活。但现实是，台湾的国际朋友圈相当坚实，就连很多没有正式邦交的大国也在国防和情报上与台湾合作。比如美日每年举行联合军演，项目中就包含防卫台湾的想定。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也曾派军舰穿越台海，以示对自由航行和台湾民主的支持。另一方面，台湾人在国际上的待遇其实远胜中国大陆居民，这点中共更是不愿提起。举例来说，台湾护照可以免签或落地签进入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各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对台湾人免签。反观中国大陆护照，能免签的国家不到台湾的一半，出国处处受限，这反映出各国对台湾的信任和友好度远高于对中共政权的戒心。再如，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奥运会、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国际民航组织研讨等活动，国际社会乐见台湾的专业贡献，只是碍于北京阻挠，不得不使用折中名称。许多全球城市和组织都与台北直接合作交流，比如台北与纽约、东京都是姐妹市。台湾的医疗团队常年在国际人道救援中扮演重要角色。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再度有超过10几国公开发言挺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只可惜被中国代表粗暴拦下。这些国际场合的消息，中国老百姓往往完全无从得知。中共不愿让人民看到台湾赢得的尊重与支持，因为那将戳破世界各国都承认台湾属中国的谎言。事实上，很多国家民众对台湾怀有好感，把台湾视为民主、进步、和平的象征。这一点在欧美日等地的民调中屡有显示。可以说，台湾并不孤单，它站在文明世界的肩膀上，而中共的外交孤立伎俩正在逐渐失效。70多年来，中共编织了重重谎言，企图将台湾的历史、法理、民主、经济、国际地位塑造成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假象。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的光芒。台湾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不曾被中共统治。台湾的主权地位未定，从未被国际法认可为中共的一部分。台湾以民主自由、奥利亚州打脸集权谎言。台湾经济繁荣自主，是全球科技重镇。台湾赢得广泛国际友谊，绝非孤立无援。这5大真相是中共最害怕中国人民了解的，因为一旦真相大白，亿万中国人将开始质疑，如果台湾人能够拥有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凭什么不可以？如果台湾早已事实上自行其事，为何我们还要被仇恨和统一迷梦煽动？中共对台湾的谎言，不仅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扭曲，更是对14亿人民理智的欺骗和恐吓。对台湾观众而言，我们更要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民主与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中国同胞最终能看清这些真相，跳脱宣传迷雾。真相有着强大的力量，就像一道光，一旦照亮黑暗，
谎言编织的幻影将无处遁形。中共可以封锁资讯一时，但无法永远蒙蔽民心。让我们传播真相的火种，告诉世界，也告诉每一位愿意倾听的中国人，台湾从来不需要被解放，因为台湾早已自由。台湾并非中共宣称的那样不堪，相反地，台湾的故事是一部勇气、奋斗和成功的史诗。这正是中共不敢让人知道的5大真相，也是对他70年欺骗最有力的回击，让真相长传，谎言不攻自破。中共何时会倒台？习近平如果下台，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终结？毕竟，没有一个政权能永远稳如泰山，历史上再强大的朝代也有兴衰时。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超过70年的红色朝代，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呢？首先，我们不妨把目光拉回过去，看看中共政权曾经历的几次生死存亡关头，因为了解过去如何渡劫，才能推测未来如何演变。1949年中共建政后，可谓一路颠簸，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任何一次剧烈折腾都可能让国家陷入崩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中共硬是撑了过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过饿殍遍野，也体验过全民政治狂热，但政权本人却如打不死的小强，幸存于一次次危机之中。这是怎么做到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信息封闭，人民再苦也找不到替代力量。更关键的是，党的统治机器足够强硬，哪怕民生多困难，只要枪杆子稳握手中，政权就不会立即垮台。毛时代末期，国家虽然千疮百孔，但中共仍维持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真正第一次逼近中共崩溃边缘的时刻，出现在毛去世之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这位掌舵中国近30年的红色皇帝走了，国家仿佛进入群龙无首的危险期。毛临终前没留下明确的接班人，反而由妻子江青领衔的4人帮跃跃欲试，企图延续极左路线。当时中国经过文革已是民不聊生，如果4人帮接班，继续那套折腾，全国很可能陷入更大混乱，中共政权说不定就崩盘了。然而现实再次反转，就在毛死后不足1个月，党内元老们联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逮捕了江青等4人帮成员。这场闪电行动如同给濒临失控的红船稳住了舵。随后，务实派的邓小平崛起，结束了极左年代，带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共成功地在悬崖边拉回了一条腿，既保住了执政地位，又通过政策转向避免了国家继续内耗。1976年的权力更迭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次大考，结果他以一次神转折过关，靠抓4人帮祭天，党保住了自己。度过文革劫难后，中共于80年代进入所谓改革开放黄金期，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让人民松口气；政治上则依旧坚持一党专政，绝不松手。这种松经济、紧政治的路线，一时让国家活力大增，也让共产党统治看似稳固。然而，人在安定之余就会思变，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讨论民主和自由。这股思潮终于在1989年汇聚成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上百万群众走上街头，高喊反腐败和政治改革，连北京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改变。中共执政40年来，从未面对如此严峻的群众挑战，一时间风雨飘摇，仿佛大厦将倾。当时国际上许多人断言，苏联东欧的变革风暴已经吹到中国，中共恐怕难逃下台命运。然而历史再次出现惊人逆转。6月初，执政集团下令军队进城清场，硬是以武力血腥镇压了抗议人群。那一夜，枪声坦克声震动了世界，也震碎了无数人的梦。数千名爱国学生的鲜血换来的是中共政权的续命，残酷却事实。这场6·4事件成了中共的一次续命符。经此一役，党内强硬派彻底掌控大局。他们汲取的教训是，绝不允许政治松动，哪怕付出流血代价，在大难临头时挥刀斩乱麻，让世界看到中共骨子里的冷酷一面。6·4之后，中共表面上度过了危机，
但其合法性和国际形象遭受重创。如何重新稳住人心，恢复统治基础？邓小平选择了一条看似矛盾的自救之路，政治上强硬不改，经济上更加大胆开放。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抛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换言之，只要人民能挣钱，日子红火些，他们或许就无暇再谈民主了。这招相当奏效。90年代起，中国经济一路腾飞， GDP 年年2位数增长，沿海城市高楼拔地而起，全民沉浸在发财致富的热情中，钱包鼓起来了，政治话题冷下去了。许多老百姓回想89风波，难免百感交集。虽然政治改革梦碎，但换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生活改善了，似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这样，中共以经济红利成功换取了统治红利。西方有专家称这种模式为威权体制的经济合法性，说的就是中共在90年代靠经济成绩重新巩固了执政基础。甚至有人戏称，中共并非被人民选票选择，而是被人民钞票豢养。只要能让大多数人过上比昨天更好的日子，他们就默许你继续统治。然而，历史不会永远风平浪静。1991年，苏联解体的巨变始终像阴影般挥之不去地刺激着中共神经。苏共一度是与中共并称的老大哥执政党，存在了70多年，却在几个月内轰然倒下。这个例子让邓小平到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能重蹈苏联覆辙。所以在90年代经济搞活的同时，中共也绝不放松意识形态教育和舆论控制。他们一面大肆宣传中国崩溃论是西方的痴心妄想，嘲笑那些预言中国要垮台的观点，另一面又内部下达文件，要求全党研究苏联解体的教训，以防亡党之患。习近平后来多次在内部讲，苏联那么大的党说没就没了，竟然党内连个男儿站出来抵抗都没有。言下之意就是要以苏共为鉴，引以为耻，中共可绝不能一夜崩盘。事实上，中国崩溃论早自90年代起就在国际上流行，许多西方学者、预言家轮番上阵，断言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差临门一脚。最著名的莫过于美籍华人作家张家敦，他在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预测中共会在2011年前后垮台。然而时间证明，中共不仅没倒，还顺利办了2008年奥运，2010年 GDP 跃居世界第2，一副蒸蒸日上的模样，把这些崩溃预言家狠狠打脸。中国网民们调侃说，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甚至戏称张先生是乌鸦嘴，专门来搞笑的。对此，中共官方更是得意洋洋，逢机会就宣传自己成功粉碎了西方唱衰势力。然而，嘲笑归嘲笑，那些预言中国崩溃的论者真的全无道理吗？或许不是，只不过中共再度展现了其弹性生存的本领，该开放时开放，该强硬时强硬，总能在危机前转危为安，让外界一次次看走眼。有人将中共比喻为九命怪猫，每当别人以为他死定了，他却奇迹般多出一条命继续蹦跶。时间来到2012年，中共迎来了新的领航者习近平。起初外界对习寄予各种猜测，有人以为他会延续胡锦涛那种低调集体领导风格，也有人期待他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进行政治改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习近平上台后迅速走出一条与前任截然不同的路。他发动反腐败运动，大批高官如撂麻雀般落马，党政军各个系统人心惶惶。当时老百姓拍手称快，终于有人整治腐败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习反腐的同时，自己的权力也急剧膨胀。他扫除了政敌，架空了总理，打破了常委分权的规则，让决策大权重新回到一尊手里。习近平不仅成为党政军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还通过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自己长期执政铺平道路。这可是自毛泽东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邓小平当年为防独裁专制卷土重来，特意建立了任期制，没想到被习轻易推翻。自此，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发生40年来最大的倒退，从集体领导回到了个人独裁的模式。许多观察家惊呼，
习近平等于重走毛路，这会不会反而增大中共政权未来垮台的风险？因为历史上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往往脆弱，一荣俱荣，一损即损，领袖一旦出事，整个系统就可能崩盘。习本人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更加如履薄冰，不断强调维护核心，对党忠诚。然而他越是集中权力，中共内部权力平衡越被打破，潜伏的危机和矛盾也许正在积蓄力量。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里，中共表面上更加强大自信，但实际上内忧外患有增无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看这艘红色巨轮出现的裂痕。第一道裂痕，经济奇迹放缓，民生压力骤增。曾经让中共扬眉吐气的高速经济增长，近年明显失去动力。GDP 增速从2位数跌至个位数，甚至在2022、2023年一度陷入接近零增长的困境。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巨头恒大、碧桂园相继暴雷，一堆烂尾楼让无数中产家庭积蓄付诸东流，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有的省市财政紧张到连公务员工资都延迟或打折发放，引发体制内人心动荡。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失业潮。2023年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公布超过 20%， 创下新高。后来官方干脆停止公布此数据，可谓此地无银300两。上千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有些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无望，开始选择躺平，也就是甘于最低消费、最低工资，拒绝拼命卷入社会竞争。还有不少人研究所谓润学、取润、出国谐音，梦想着移民海外寻找出路。一时间，躺平、润这类网络热词盛行，反映的正是一种对现状的失望与对中共执政前景的不信任。经济不景气也直接冲击民生，老百姓手头紧，消费疲软，企业利润下滑，又引发裁员恶性循环。可以说，以往支撑中共稳定的经济支柱，如今正在动摇。当钱包缩水时，人们难免重新审视政权的表现。过去那套经济换自由的隐形契约，你让我生活变好，我就不问政权正当性，正在失效。这对中共而言是极大的潜在危机。第二道裂痕，高压统治虽维持稳定，却激起更大反弹。习近平上任后，在内政上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全面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从严控言论网络，到大搞个人崇拜；从在党内要求2个维护，到在全民开展爱党爱国再教育，一套组合拳下去，全社会又闻到了些文革遗风。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少数民族和边疆的控制。新疆地区推行严酷的所谓再教育营政策，数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洗脑改造，引发国际谴责。香港原本自由开放，在经历2019年反送中大示威后，北京直接祭出港区国安法，将异议一网打尽，硬生生把香港变成另一座内地城市。这些强硬措施的确在短期内杜绝了麻烦，新疆没有恐怖袭击了，香港街头也没有抗议者了。但长远看，这种高压手段带来的后果是民怨暗潮涌动。新疆和香港表面平静，内心离心离德，各地民众看在眼里，也更加噤若寒蝉。然而，民怨并不会永远沉默，只是缺乏引爆契机而已。2022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白纸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各城市因为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早已民怨累积，一起意外火灾成了导火索。在新疆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因封控门窗导致救援不及，造成多名居民罹难。消息传开，引发全国共鸣，各地年轻人自发举起白纸走上街头，抗议过度防疫对自由的侵犯。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竟有人大胆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民众首次公开要求最高领导人下台。虽然参与人数不算多，但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出现如此场景，可谓天方夜谭般的奇景。白纸革命最终在严寒的冬夜中被警察驱散，许多抗议者受到秋后算账。然而，它带来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结果：习近平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被迫放弃了清零政策。短短数日内，
当局态度180度大转弯，全面解封，从严防死守变成躺平放开，仿佛过去3年的防疫苦难只是一场梦。这一突然转向让许多人措手不及，也引发了医疗挤兑和染疫死亡高峰。但不管后果如何，事实是中共政权少有的向群众情绪低头了一回。多年来头一遭，官方政策明显是被民间反弹给倒逼改变了。白纸革命像是一道细细的裂缝，让我们窥见了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下也潜藏着民心思变的强大能量。第3道裂痕，党内暗流涌动，权力斗争渐露凶相。表面上看，习近平在中共20大成功连任总书记，权倾朝野，习家军人马掌控要害部门，仿佛再无人可撼动他的地位。然而，权力集中到极致，往往伴随着极度的不安全感。近年来，中南海内部频频传出异常动向，多名高官的突然失事与离奇事件耐人寻味。2023年年中，外交部长秦刚离奇失踪，先是宣称因健康原因缺席国际会议，随后再无露面，最后官方宣布将他免职。一位国家级高官就此在人间蒸发，内情至今诸多传闻。紧接着，曾经深受民众喜爱的前总理李克强在10月被曝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李克强之死同样疑点重重，他刚卸任总理不久，身体一向硬朗，突然暴毙令人唏嘘，但官方没做任何深入调查便草草火化，许多人怀疑其中是否另有文章。更惊人的是，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公开露面后也悄然消失，后来证实已被免去职务。再加上之前的前防长魏凤和、火箭军司令等一众将领接连出事，短短数月内，中共军方高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有媒体统计，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已有超过120位副部级以上高官非正常下台，或被查处，或神秘死亡，或下落不明。这其中还包括多名手握重兵的将军。一时间，政坛诸侯人人自危，宫廷传闻四起。到底是习在先发制人铲除异己，还是党内斗争白热化导致你死我活？无论真相如何，至少说明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而可能暗藏分裂与反对势力。习近平看似权倾天下，实则背后如坐针毡，担心敌人在暗处伺机而动。有传言指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防范政变和警惕军中两面人，甚至在地方考察时也要求学习过去枫桥经验，鼓励群众互相检举监督。种种迹象显示，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信任，仿佛陷入极度孤家寡人的境地。还有小道消息称，就连习的母亲齐心都曾劝他适可而止，考虑主动退休以保平安。当然，这类传闻无法证实，但他们的流传本身说明了权力斗争已成坊间话题。要知道，在毛邓时代，民间哪敢妄议最高领导人生死，如今连习下台与否都成了茶余饭后谈资，足见其统治权威其实并不稳如表面。中共内斗传统由来已久，只是以往高层有邓小平那样的太上皇从中斡旋，总能维持权力平衡。现在习近平把持朝政10余年，党内既无制衡力量，也缺乏接班人选。一旦他身体抱恙或威信下降，各派势力很可能为保自身利益而撕破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集权政体开始高层内斗时，往往就是走向崩溃的前兆。苏联解体前也出现过几次政变未遂，虽然现在看中共高层还在维持表面团结，但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怀疑，权力火山口已经在冒烟。如果哪天火山真正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第4道裂痕，精英阶层用脚投票，对政权前景信心不足。中共执政多年，积累了庞大的权贵阶层，他们享尽特权富贵，也被视为政权最坚实的支柱。然而，俗话说，其兴也荣，其亡也速。这些荣华富贵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往往是最敏感的风向标。近年来，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趋势是，不少中共权贵和富豪都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大量高官家属早已移民海外，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红二代、富二代们成群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豪宅区。他们一边口里高唱爱国主义，
一边却把妻小财产转移出国，被网民戏称为爱国爱党，子女在外，强国强军，资产在外。这些动作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显，就连体制内最清楚内幕的人都未必看好中共长期执政的前景，至少不愿意把自己子孙的未来完全压在中国。毕竟真到了天下大乱之时，金钱和护照就是他们逃出升天的保险绳。更有趣的是，有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投胎离开中国的权贵子弟数以万计。所谓投胎，就是干脆在海外生育子女，拿到外国国籍。试想，中共天天宣传要对抗西方，但自家高官却迫不及待让孩子成为西方人，这不是对自己国家未来没信心是什么？普通百姓或许不清楚这些内情，但稍微接触权贵圈的人都知道内幕，也因此对中共的未来多了一丝警惕心理。如果真有风吹草动，这些年富力强的权贵恐怕跑得比谁都快，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广大老百姓收拾。精英阶层的出走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共的统治韧性。试想，当年的蒋氏政权在大陆崩溃，很大原因就是许多官僚将领早已心生去意，消极应付，自己留好退路，导致政府军队战斗力骤降。一旦有类似情况发生在中共体制内，其崩溃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综合上述，我们看到中共现今的处境：经济下行，民怨暗涌，体制高压引反作用力，党内斗争潜滋暗长，精英信心日渐流失。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个都颇具杀伤力，更何况它们还在同时发生，相互交织。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多危机缠身，中共什么时候会倒台？会以何种方式倒台？习近平下台是不是那致命一击？这些问题就像烫手的山芋，很难有确切答案。但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几种可能剧本，用轻松的脑洞一探未来。请各位发挥想象，以下场景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算我预测准确。来，让我们进入脑补模式。剧本 A： 经济崩盘引发民变，政权不战自垮。在这个路线中，经济问题终于积重难返。某个年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房地产全面崩溃，银行挤兑四起，股市债市雪崩，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潮汹涌而至。政府试图印钞救市，却适得其反，引发恶性通胀，民众手中积蓄化为废纸。城市里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因财富蒸发而走上街头抗议，农村农民因收成销路断绝也揭竿而起，全国各地骚乱此起彼伏。当局调动武警和解放军四处救火，但此时基层政权早已财政破产，官员失去统领能力，不少底层警察和士兵自己也是受害者，干脆袖手旁观甚至倒戈。于是局面逐渐失控，中央对地方失去指挥，各省市各自为政，某些改革派干部临危受命，与民众代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在一片混乱中，中共中央发表最后一道号召稳定的讲话，却无人响应。最终，中共不得不宣布放弃政权，由临时联合政府接管国家，一代红潮就此垮台。而这一过程几乎没有经历明显的权力斗争，纯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经济。这种结局有点像1989年东欧剧变时的罗马尼亚等国，只不过中国规模更大，混乱期也许更长。但整体而言，剧本 A 属于百姓造反导致的政权崩溃。剧本 B： 内部政变夺权，党内改旗易帜。这一路线中，真正终结中共现政权的不是人民，而是党内的另一股势力。假设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习近平的政策引发党内极大不满，例如对外挑衅导致国际制裁深重，或对内瞎折腾激起精英恐慌，一群党政军高层暗中结盟，决定先发制人，把习拉下马。他们可能利用习外出视察之机，调动亲信部队包围中南海，控制中央电视台和通信中枢，在全国发布公告，宣称重大人事变动。类似当年华国锋抓四人帮或苏联819事件那样的场景重现北京，习近平本人被软禁或者病逝的消息传出，新领导人走上前台安抚民心。这批接管权力的党内救火队很可能迅速宣布一系列纠错措施，批判习时期的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适度开放舆论，改善与西方关系，刺激经济复苏等等。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切割习的负面影响，保党救国。由于此次变局是高层主导，社会秩序尚能维持，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感到如释重负，仿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又要吹来。一时间，没有了习核心的共产党看似重新焕发活力，逃过一劫。但是，剧本 B 仅仅代表中共换人不换制度，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垮台，顶多算政权更迭。类似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执政几年，党还是那个党，只是政策路线调整。然而，这种逼宫换帅能否挽救中共，是个大问号。正如苏联的戈巴契夫，他本想通过改革保存共产党，结果却反而加速了解体。如果未来中共内部出现中国版戈巴契夫，试图以较温和方式转型，那么党的统治可能会因失去高压而迅速土崩瓦解。毕竟积压多年的社会问题一旦放松管制，可能像洪水般倾泻。所以剧本 B 的结局还可以细分，也许中共通过内部调整续命多年，也许改革失控走向民主选举，党失去执政地位。无论如何，习近平个人的下台在此场景中并非党的终结，而更像是政权自我调试的一步棋。剧本 C 意外事件引爆革命，政权轰然倒下，这是最戏剧性也最难预料的一种。历史往往被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黑天鹅事件改写，比如一场大型天灾、特大地震、洪水，处理不当引发民怨沸腾，或者一起官民冲突演变成全国性骚乱，又或者中国在对外冲突中失利，例如武统台湾战争受挫，军心民心骤变。在这种情境下，中共政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丧失权威，各地群雄并起。最经典的比喻莫过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火星就可能点燃干柴。一位突发事件的烈士可能成为全国抗争的号召象征，一支临时组织的地方武装可能攻占几座城市。当年清朝末年，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次镇压，激起武昌起义的炮火，没几个月，满清皇帝就被赶下龙庭。革命来临时往往出乎意料，又迅雷不及掩耳。如果这一幕发生，中共高层可能措手不及，根本无法有效调度镇压，或者军队内部就已四分五裂。而习近平作为最高领袖，在这种大变局中，要么迅速被革命者逮捕处理，要么远走他国寻求庇护。假如来得及的话，政权垮台后，中国进入混乱期，各路势力博弈新的国家方向。这种剧本 C 下，习近平的下台与共产党终结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紧紧绑定。可以说，习本人就是最后一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倒台标志着党的灭亡。这对一些反共人士来说，或许是最爽快的大结局，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却充满风险，因为巨变往往伴随社会动荡，甚至流血。就像100多年前清朝垮台进入军阀混战，30多年前苏联解体经济崩溃，集权瓦解的瞬间，很多压抑的矛盾反而会突然爆发，给人民生活带来阵痛。当然，长远看，只有经过这阵痛，社会才可能重建秩序。剧本 C 不一定是好是坏，但绝对是戏剧性最强，历史书上读来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以上3种脑补剧本，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未来？也许三者的元素会混合登场，经济困局加速党内分裂，民间抗议助攻政变成功，或者高层政变未遂引发民变。现实走向往往比虚构更复杂。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共政权目前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节点，仿佛站在新旧时代的分岔路口，一边是想极力维持旧体制，一边是内外交困推着它改变，不进则退，不变则亡。习近平作为掌舵人，其选择和命运势必与共产党生死严密相扣。很多人问，习近平下台是不是中共的终结？这要看他下台的方式和时机。如果他是寿终正寝，事地功成身退，比如仿效邓小平在权力顶峰主动交班，那中共很可能安然换代，新领导继续执政，党照样运转。只是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习并未表现出主动退位的意愿。如果他是被政变逼宫下台，那党或许暂时保留下来，但内伤难免需要面对后遗症，内斗撕裂、威信重建等。而如果他是因革命起义下台，
那多半就是共产党整体垮台之时。正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换的就不只是领导，而是整个制度了。现实中，更多人压住的是第二种，也就是党内在某个关头弃车保帅，抛弃习以续命。在这个剧本里，习近平很可能充当了替罪羊角色。他下台时，甚至可能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同志指责为路线错误、独裁专断，导致亡党边缘。到头来，他可能背负千古罪名，而中共巧妙切割责任后苟延残喘。历史上，组织为求生往往不惜牺牲个人，哪怕那个人曾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去世后，党很快把文革的账推给四人帮，自己抽身。戈巴契夫辞职后，苏共虽然垮台，但俄共很快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成为新的政党。所以习近平个人的下场和中共命运不一定同步。正如坊间一句戏言，没有习近平的共产党未必活不下去，但没有共产党的习近平必然活不下去。习深知这点，所以才死也要维护党核心，因为党没了，他就彻底失去靠山，而党若是丢车保帅把他踢开，说不定还能多撑一会儿。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紧抓大权不放，甚至宁可得罪更多人，也要清洗潜在对手。对他而言，下台就等于失去人身安全，严重时甚至性命不保。在一个残酷的权斗环境中，退位从来不是一条光明生路，因此习近平大概率会继续掌权，直到出现他无力控制的变数。这个变数可能是自然的，例如健康问题，也可能是政治的形势逼迫。不过它的存在确实让中共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中共最后的守灵人，也有人说他反而加速了中共的灭亡进程。历史最终会如何评价，且让后人去揭晓吧。聊完现实的种种可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神秘莫测的领域——预言与天意。毕竟中国历史讲究个天命，多少王朝兴衰都被附会种种传说预兆。那么有没有古老的箴言预示着中共的命运呢？答案可能出乎意料，民间确实流传着许多关于共产党垮台时间的预言，而且不少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这可就有意思了，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们且来盘点几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其一，被誉为东方诺查丹马斯的明朝预言家刘伯温，在多篇碑文和谶语中似乎提到了洪朝的末日。其中一篇旧节碑文早年就成功预言了2003年的 SARS 和2019年的新冠瘟疫。碑文里的晦涩诗句被附会为这两场疫情，神乎其技。而碑文最后提到，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观过天翻龙蛇年，这里的龙蛇年解读为农历辰年和巳年，也就是公历2024年，龙与2025年，蛇仿佛是在说必须熬过这2年的大劫，世界才能重获新生。如果结合当下局势，许多人认为这大劫指的正是疫情及其后续影响。新冠瘟疫重创了中国经济和民生，而2025年前后可能就是劫难高潮，也是终结之时。一旦挺过去，就会迎来太平。那刘伯温暗示的似乎是中共可能倒在2025年前后，之后中国人才有新生活。听起来毛骨悚然吧？更神奇的是，刘伯温的另一著名预言《推碑图》中也有类似线索，其中一句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这寅卯辰4年指的正是2022年至2025年，换言之2026年将揭开新纪元。如果中共能熬过2025，那真是成精了；熬不过，那就在此终结。其二，来自唐朝高僧黄檗禅师的一首预言诗，里头一句刚到金蛇运已中，也被解读为点明中共国运到头的年份。金蛇即辛巳年或乙巳年等等，有人直接对号入座为2025乙巳年。农历60甲子中2025对应乙巳，正是蛇年。意思是说，到了蛇年，共产党的气数就尽了。这与刘伯温的不谋而合，让信者更深信不疑。其三，更离奇的还发生在现代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2002年，在贵州一处山谷中，一块2亿7千万年前的巨石从悬崖上崩落裂开。当地一位村支书在清理现场时惊讶地发现，
石头断面上竟然天然形成6个大字，仔细一看，赫然是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字笔画工整，大小均匀，如同人工雕刻，但经地质专家鉴定，毫无人为痕迹，属于纯天然的奇观，概率可为1000000%。消息传出后，当地政府反而把这块石头封起来作为景区招牌，宣传称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几个字，他们刻意略去最后的王字。官方媒体也报道了此救星时的发现，但只字不提那第6个字。有趣的是，老百姓私下早把石头真实字迹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视其为上天示警，连大自然都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亡，这难道不是天灭中共的预兆吗？更巧合的是，据说最早发现此时的村支书名字就叫王国富，谐音王国富，似乎都带着某种宿命色彩。藏字石的存在至今是个谜，但它的字迹是实实在在刻在那里，任人解读。如今这块石头被罩在玻璃橱下，供游客观赏，想必每一个站在玻璃前读懂那行字的人，心里都会冒出相同的念头：难道共产党气数将尽？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除了上述这些，中外还有其他各类寓言，包括什么推背图、烧饼歌、印度少年寓言、中东寓言等等，版本杂陈，但许多都不约而同指向本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个关键节点。有心人甚至连西方占星术都搬出来，说中共从1949年建政开始算，77年国运，7是西方圣数，那么77年后是2026年，上下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2025或2026，听得人不寒而栗，仿佛是早已命中注定的结局。当然，而预言毕竟是预言，真真假假不足全信。那些年头早就有人笃信中共活不过70年，结果见证70余年了，他还在。也有人说过100年魔怪舞翩翩，一指中共100年必亡，结果至今仍健在。所以预言终究只是茶余谈资，不能据此下定论。可有趣的是，中共自己其实特别害怕这些天意论。习近平常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嗤之以鼻，一切预言迷信，但他内心未必不介意。近年来一些高层动作仿佛就在为传说中的末日做准备，比如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更频繁谈及安全危机，重提居安思危等等。或许正如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如果中国真有天命一说，那中共是否将如历朝一样走向兴亡轮回，谁也无法改写。千百年前的先贤若真有洞见天机，那我们这一代人恐怕真的会亲眼见证某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了，不管从现实角度分析，还是从玄学角度推演，都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中共政权并非坚不可摧，其结局或早或晚终将到来。在21世纪的今天，再长寿的专制也很难超过100年寿命。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已经104年，执政也有76年。无论比年头还是遭遇，中共都已走到一个历史高位，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展望未来10年，将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习近平作为当代帝王，他的抉择和命运势必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他继续现在的路线，硬碰硬扛下所有矛盾，也许某个临界点到来时，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将红色政权炸得4分5裂。如果他奇迹般的改变方针，或退让权力，那中共也许能在调整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从目前迹象看，他不会轻易妥协，更不可能主动下野。那么，中共倒台可能更接近于突然巨变的模式。无论如何，中共和习近平都不会永远统治下去，这几乎是历史常识。我们这一代有很大机会见证到那一天。最后，我们不妨做个脑洞大开的想象，当将来某天新闻上突然传来北京发生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执政的消息时，你会是什么心情？是欢呼雀跃，还是忐忑不安？这个政权的终结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是灾难的开端，还是希望的新生？这恐怕比中共哪天倒台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政权不管自诩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终究敌不过时代潮流和自身缺陷。
秦皇汉武、盛唐大宋，莫不如此，洪朝也不可能例外。习近平下台未必是共产党立刻垮台的临界点，但共产党垮台时，习近平肯定早已下台。也许将来回头看，习时代正是中共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究竟结局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预言和猜测终将在未来10年内得到验证。到那时，不论结果令谁惊喜谁失落，我们都将见证历史的巨变。好啦，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刚才的探讨充满了猜想和八卦色彩，但历史有时就是在无数八卦中酝酿成真。相信未来总有揭幕的那一天。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让我们静观这场红色剧目的走向。无论中共何时倒台，愿那一天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度过转型的巨浪，迎来更美好的新篇章。至于习近平和他的党到底能演到哪一幕谢幕，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吧。7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没有对台湾采取武力统一的行动？这个问题让无数人感到好奇。明明中国的军事实力今非昔比，为何还在按兵不动？难道是因为害怕美国的干预，还是担心战争付出的代价太高？又或者中国另有一盘更大的棋局在布局？众说纷纭之际，一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却似乎道破了其中的真相，让听到的人都不禁为之一惊，全场哑口无言。这句话究竟是什么？背后又揭示了怎样的深层逻辑？本期视频，我们就将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抽丝剥茧地探讨这个充满悬念的问题。从历史脉络到军事战略，从中美关系到国际压力，再到中国内部的各种变数，我们将全面解析70年来中国为何迟迟未对台湾动武，以及那位美国专家到底说了什么一语中的，让我们一探究竟。要回答中国为何迟迟不对台动武，首先得把目光拉回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1949年，国共内战尘埃落定，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北京当局原本计划在完成大陆解放后乘胜追击解放台湾，然而历史往往充满变数。就在此时，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骤然爆发，美国第7舰队随即开入台湾海峡。美国的直接介入使解放军原本准备渡海攻台的计划被迫终止。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这无异于煮熟的鸭子飞了。由于当时解放军海军力量薄弱，仅有从国民党接收的少量舰艇，无力与强大的美军舰队抗衡。美国的插手让台湾问题被搁置下来，成为一个遗留至今的难题。战火随着朝鲜停战于1953年逐渐熄灭，但台海局势并未因此平静。1954年至1955年，两岸在台湾海峡爆发了第一次危机，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等离岛，试图施压驻台美军。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与台湾当局于1955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将台湾纳入美国的防御圈。面对美台同盟的成型，北京只能暂时按下统一台湾的急迫念头。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发动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试探美国的底线。但美国照旧派舰队护航支援台湾，结果双方陷入炮击与停火交替的拉锯战，仍未能撼动台湾本岛分毫。此后整个1960年代，中国大陆自身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内乱动荡，无暇顾及台湾。同一时期，美国则持续援助台湾军备，使台湾的防御更加固若金汤。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暂时被历史搁置在一旁。转折出现在197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向缓和。这时北京发现，不战而使台湾孤立的外交战线或许更有效。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撤销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看似给了中国武统台湾的绝佳良机。出人意料的是，北京并未趁机动武，反而在同一年对越南发动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台湾则改采和平统一的方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进入1980年代，
海峡两岸都在调整策略。中国大陆忙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无暇兴兵动武，更倾向于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台湾方面则在蒋经国领导下逐渐开放社会，双方在1987年开启老兵返乡探亲，出现了几十年来首次的民间交流，武力冲突似乎渐行渐远。然而统一的问题并未解决，只是被搁置下来，等待时机。1990年代，台湾经历民主化浪潮，本土意识和台独声浪日渐增强。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发北京强烈不满。次年演变为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试射导弹，试图恐吓选民不要支持李登辉。然而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为台湾壮胆护航。这一举动再次警示北京，美国依然是横亘在武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中国军力与美国差距悬殊，只能眼睁睁看着台湾首次民选领导人就任，却无可奈何。进入21世纪，两岸关系起起伏伏。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领导人，首次结束国民党长期执政，引发大陆高度警惕。面对陈水扁提出的公投、一边一国等主张，北京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独作为动武理由，但仍强调和平统一为首选。即便如此，严正警告，解放军依旧没有越过海峡半步。期间，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协助一刻未停，使北京对台动武更加投鼠忌器。2008年以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北京更加没有理由诉诸武力，两岸交流热络，经济关系密切，但政治分歧依旧存在。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拒绝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联系中断，台海紧张再次升级。大陆开始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训，如战机巡航、绕岛、军舰巡弋等，武力威慑的姿态明显提高。然而即便局势剑拔弩张，解放军依然没有真正跨出进攻台湾的实质一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强硬表态，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番讲话引发外界对北京可能加速统一步伐的猜测。然而同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由主张对抗北京的蔡英文获胜，北京的武统计划再度被迫按下暂停键。2022年8月，美国政要佩洛西访问台湾，使两岸关系跌至冰点。北京随即在台海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短暂对台湾形成海空包围态势。许多人担心这会成为战争的序幕。然而演习过后，解放军仍然选择偃旗息鼓，并未趁机发动真正的攻击。纵观7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随后又因为国际局势和自身战略调整，将统一大业延后。一方面有外部强权的干预，另一方面也有内部优先顺序的考量。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示出，北京并非没有机会或理由对台动武，而是在每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暂缓。这就引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便如今解放军军力早已今非昔比，中国为何还是选择隐忍不发？到底是怎样的军事与战略考量，让北京迟迟未按下武力进攻的扳机？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攻打台湾绝非易事。虽然解放军近年来装备突飞猛进，但要跨越台湾海峡实施登陆作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历史上2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复杂危险的军事行动之一，需要制空权、制海权、庞大的登陆舰船队和后勤补给线。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宽，这段海面一旦开战，将布满导弹与鱼雷，对渡海部队来说宛如地狱之旅。即便成功登上海岸，等待登陆部队的还有台湾崎岖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台湾西部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滩头并不多，防守方可以早早预测登陆地点并严阵以待。一旦解放军在登陆初期受挫，被逐回海中，战局将急转直下，对北京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失败。就算解放军成功在台湾站稳脚跟，战斗也远未结束。台湾面积不大，却人口密集，城市众多，
街道巷战将极为惨烈。解放军若一路打到台北，势必面临巨大的伤亡和对城市的严重破坏。对于号称要解放台湾的中国来说，如果最终变成对台湾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和家园毁灭，政治上也将面临巨大压力，更不用说战争本身变幻莫测。现代战争中，武器再先进也无法保证零失误，一次关键性的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都可能让攻方功亏一篑。北京高层深知军事行动的风险，从古代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现代战略的谨慎原则，都说明除非万全准备，否则决策者不会轻易发动大规模战争。此外，台湾方面也不会坐以待毙。台军虽无法与解放军整体实力相比，但数十年来，他们积极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发展了大量用于抵御解放军登陆的武器和战术，例如布设海底水雷、反舰导弹、机动火箭炮和防空导弹等，以期在敌军渡海和抢滩时予以重创。加上台湾多山多丘陵的地形适合游击抵抗，一旦解放军陷入长期占领作战，台湾军民完全可能进行顽强抵抗，使战争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泥潭。这也是北京不愿见到的局面。总之，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权衡，尽管解放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装备优势，但攻台作战的高难度和高风险无疑让北京心存顾虑。中国历来的军事哲学讲求谋定而后动，追求在有绝对把握时才行动。与其贸然开战承受巨大损失，不如先声夺人，以实力威慑和拖延策略来削弱对手。这种算计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外部因素，始终制约着北京，那就是美国的存在。如果说解放军自己的评估会让北京对动武三思，那么美国的存在则是更为直接的下阻力量。自台湾问题形成以来，美国始终是左右台海局势的关键外部玩家。早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就出兵阻止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此后几十年，美国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并退出台湾，但很快通过台湾关系法单方面声明，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和防务给予支持。简而言之，美国一直扮演着台湾保护伞的角色。北京十分清楚，一旦对台发动武力攻势，美国极有可能军事介入。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多位高层官员公开表态，若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防卫。这种半明半暗的安全承诺，使北京在筹划任何对台武力行动时，都不能不把美国算进来。如果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那几乎意味着要与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正面交锋，这是北京绝对不愿轻启的可怕前景。美国拥有强大的海空军远征能力，环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多个军事基地和盟友。冲突爆发时，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核潜艇、战斗机群将可能直扑台海。此外，美国的盟友也可能介入。日本与台湾地理相近，且与美国有安保同盟，一旦台海开战，日本很可能在后勤、情报甚至直接军事上给予支援，以保护自身安全。澳大利亚等国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响应美国的行动。届时，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多国联军的围攻，其风险和难度远超单挑台湾。更何况，美国还有核武器作为最后威慑。即便各方都不愿意把冲突升级到核层面，但核大国之间爆发热战的危险性始终挥之不去。即使不考虑最极端的情况，哪怕只进行一场常规战争，中国的经济命脉沿海地区也会暴露在美军远程精确打击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中共领导层深谙，和美国打一场大仗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没有把握能让美国袖手旁观之前，贸然对台湾动武，无异于引火烧身。可以说，美国的介入可能性是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最主要的顾虑之一。为了降低这一威胁，中国一方面奋力提升军备，发展了如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等航母杀手，试图下阻美军介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外交手段不断警告美国不要管过头。然而，美军也在积极强化亚太部署，确保有能力干预台海局势。这个大国间的博弈使得台湾问题更为复杂化。总归一点，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尚未出现明显逆转之前，中国对台动武始终意味着与美国直接对抗。这一道高风险红线
让北京不得不慎之又慎。除了美国的直接军事威慑外，国际社会整体的反应和压力也是北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战争往往不仅是交战双方的事，更会引发全球关注和介入。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无疑将被许多国家视作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大多数国家奉行的一贯立场是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现状，一旦这种现状被中国以武力打破，势必招致外交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行动。首先是经济制裁的风险。参考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后果，西方国家迅速联合对俄实施了严厉制裁，将其踢出国际金融体系，冻结海外资产，经济往来大幅减少。中国虽然经济体量远超俄罗斯，与全球贸易投资联系更深，但如果在台海挑起战争，也很可能面临类似的围堵。美国和欧洲盟国可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切断对华出口关键技术和设备。许多跨国公司也会考虑撤出中国市场，以遵守制裁或出于舆论压力。中国赖以发展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将遭受沉重打击。对于一向重视经济发展的中共政府来说，这是极不愿看到的局面。其次，外交孤立也将接踵而至。尽管很多国家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模糊或谨慎态度，但那是建立在和平没有破裂的前提下。如果北京率先使用武力，不仅西方国家，就连平日和中国友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站到对立面去谴责侵略行为。毕竟今日攻打台湾，改天也可能威胁到别的地区安全，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国际关系出现这样的先例。因此，中国可能陷入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更严峻的外交困境，被视为全球麻烦制造者。联合国虽然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难以通过实质决议，但联合国大会的舆论谴责和道义压力仍会给中国造成形象损伤。亚洲周边的国家也将深感不安，纷纷加强对华防范，甚至可能形成更紧密的同盟来遏制中国。原本微妙的地区平衡将被打破，东亚有卷入新冷战的危险。这一切都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和平发展背道而驰。另外，台海发生战事本身就会重创全球经济和秩序。台湾海峡是东亚至太平洋的航运要道，每年有大量货轮通过，台湾更是半导体芯片的重要生产地。如果战争爆发，全球供应链将遭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和科技业都会受到波及。这些国家势必将经济损失的账算在中国头上，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反感和施压力度。总而言之，中国若贸然对台湾动武，迎接它的将不仅是台军和美军的反击，还有来自全世界的谴责与惩罚。从经济制裁到外交孤立，再到全球舆论的压力，都可能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北京若想实现大国崛起的愿景，就必须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可能不计后果地发动一场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战争。这层顾虑无疑也是过去70年中国迟迟未对台开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除了外因，来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掣肘和考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决策者的选择。除了外部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现实情况也深刻影响着对台动武的决策。首先是经济发展和民生考量。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成果建立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一旦发生大战，不仅财政要倾斜巨额资金用于军费，国内投资、就业、物价等也都会受到冲击。战争意味着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许多家庭可能失去亲人，失去生计，社会稳定将面临考验。中共当局一向以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来证明自身执政合法性，贸然发动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万一战况不顺，很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相比之下，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更有利于巩固内部人心。其次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虽然统一台湾在中共官方话语中是一个神圣目标，但中南海领导人必须冷静权衡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机和方式。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发动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胜了可以青史留名，败了则可能遗臭万年，甚至丢掉政权。近代史上
阿根廷军政府因为马岛战争失利垮台的例子仍历历在目，中共决策层当然不愿步其后尘。如果对台动武失败或陷入僵局，不仅统一无望，反而可能引发国内对领导层的质疑和权力斗争，这是他们绝不敢轻易冒险的风险。再次，中国军队的实际作战经验和能力也是考虑因素之一。解放军虽然装备先进，但自1979年对越冲突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实战。数十年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官兵缺乏战争洗礼，训练演习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考验。北京高层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能否打赢台湾这一仗的问题上，解放军自己恐怕也没有100%的把握。政治上豪言壮语容易，真到付诸行动时，理智会让人冷静3分。古语云慎战，正是这个道理。北京更倾向于继续等待和准备，逐步提高胜算，不是贸然出手。还有争取台湾民心的问题。北京如果最终希望统一台湾，最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这样对两岸未来融合才有利。因此，中共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软硬两手的策略，一方面释放经济利益和交流善意，强调同胞情谊；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恫吓和外交封锁向台湾施压。然而近年来，台湾民意倾向于保持现状，甚至推动自主的比例上升。每当大陆强硬施压，台湾民众的反感情绪也随之升高。北京也意识到，武力行动在短期内只会让台湾更加离心，在内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取得理想成效之前，操之过急动武反而可能永久断送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北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通过时间来改变人心向背的态势。习近平等现任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应无限期拖延，但同时并未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只是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部分。这种既坚决又灵活的态度，本身也体现了战略耐心的运用，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这样的耐心与定力，正是理解北京行为的关键。事实上，就连那位美国专家也看出了其中奥妙，并用一句话道出了真相。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谜团，以及那位美国专家的一句话。这个人名叫黎安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耕耘数十年，被誉为资深的中国通。在一次有关台海问题的讨论中，有人问，既然中国军力日益强大，为何还迟迟不对台湾动武？黎安友听后，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武统台湾，正是因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足够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一句话点破天机，全场刹那安静下来，似乎每个人都在细细品味这番话的分量。耐心、韧性、决心，这6个字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折射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大战略。黎安友的意思是，中国并非打不下台湾，也并非畏惧美国到不敢动手，而是在有意选择一种长期博弈的方式，来追求最有利的统一时机。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北京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他们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拖下去，直到等出一个水到渠成的局面才采取行动。正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保持既定方针不轻举妄动，任凭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终有一日可以不战而胜。从当前趋势看，黎安友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军费开支和技术水平节节攀升。相反，美国和西方社会却面临内部分裂和疲态。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更加倾向与中国合作，国际格局正朝着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方向演变。中国领导层深知这一点，因此更加舍得花时间来等待。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这正是黎安友话中之意。设想若干年后，中国的军力足以让美国也不敢轻启战端，或全球有更多国家接受两岸统一既成事实，那么北京自然可以以更小的代价实现目标。耐心本身就成了北京手中极为重要的一张牌。黎安友的这句点拨之语，让我们重新审视台海局势的动态。原来
相较于一时的意气用事，北京选择了10年磨一剑的长期谋划，这既有对自身实力增长的信心，也有对复杂风险的清醒认识。对于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来说，这番话同样是一种提醒。北京并非因为胆怯而不动作，而是在下一盘漫长的棋。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此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大陆迟迟未对台湾诉诸武力，并非出于一时的巧合，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早年的力量不足、美国介入，到后来的军事风险评估、国际压力考虑，以及中国内部对稳定发展的追求，无不在影响着决策者的判断。最重要的是，北京选择了一条长期经营的道路，用耐心换取未来更大的胜算。正如那位美国专家所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的耐心、韧性和决心，使其宁可按兵不动，也要等待一个理想的时机。这既是一种战略考量，也是一种自信与定力的体现。对于台海两岸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全面战争爆发的概率或许不高，但也并不意味着危险已消除。相反，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只是在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着，明枪易躲，暗战难防。北京的算盘是等待更有利的环境，而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巩固自身，防范风险。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70年的僵持尚且未分胜负，未来局势将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海的命运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仍将持续，而我们唯有以冷静与智慧旁观、思考，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看清其中的脉络。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正在博弈的双方而言，却是关乎兴衰存亡的漫长考验。时间终将给出答案，只是我们必须拭目以待。每当有人问，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台湾几天之内就会被攻下，我常常笑着回答，台湾不一定会输，甚至有可能赢。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仿佛是天方夜谭，但我并非在开玩笑，因为台湾可能是全球最难被攻下的岛屿，解放军口中的3天统一只是狂妄的想象，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残酷得多。让我们一步步来揭开真相。表面看来，台湾只是中国东南沿海外海一座小岛，对岸拥有世界上数1数2的庞大军队与武器库，幅员辽阔，兵力近200万，两岸军力悬殊，仿佛一目了然。难怪一些大陆将领口出狂言，72小时内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甚至几年前，解放军中将王洪光就扬言，不到3天就能拿下台湾。但这种话每隔一阵子就听一次，台湾却依然稳如泰山。说好的3天拿下台湾，迟迟未见实现，可见中共至今不敢轻启战端，自有难言之隐。到底为什么？莫非北京只是在演戏恫吓台湾，实际上并不想打？还是因为美国插手，使得中国有所忌惮？或者台湾这座小岛其实是隐藏的钢铁堡垒，任何进犯者都将陷入泥沼？答案其实是上述种种因素的叠加。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分析台湾防御的天然优势、2栖登陆作战的地域难度、全球政治格局的牵制，以及解放军自身能力的短板，带你看清这座岛为何难以攻破。首先，从地理与气候谈起，台湾天生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要塞，它与大陆之间隔着幅员广大的台湾海峡。不要小看这条海峡，在最窄处仍有约130公里宽，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而且海象恶劣出名。一年之中，台湾海峡经常狂风巨浪，季风与台风肆虐。有经验的船长都知道，海峡有2个季风季节，大部分时间不适合大型船团横渡。如果解放军要以传统登陆作战方式进攻台湾，势必要在天气允许时出动大批2栖舰艇渡海。然而老天也帮了台湾一个忙，整年度只有2个短暂的进攻窗口期，一是在每年5月到7月之间，另一个是在10月左右。错过这2个窗口，海峡的风浪和强对流天气就足以让运输舰船颠簸难行，甚至颠覆。台风季节更是不用谈，
巨浪可轻易将登陆艇拍成碎片。试想一，若大陆企图赶在美军介入前闪电攻台，却不巧遇上风雨阻扰，3天计划将瞬间成空，部队反被困在海上，进退两难。更绝妙的是台湾本身的地形，历史上多数2栖登陆作战，攻方都要寻找沙滩冲上陆地，但台湾的海岸线对进攻者极其不友好，全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滩头不足15处。研究指出，台湾沿海真正适合登陆的大型海滩约14处，而且每一处背后不是高山就是峭壁，或者紧邻着密集的都市建筑。换句话说，解放军能登陆的地方都像是一个个天然绞肉机。例如北部靠近台北的林口滩岸，看似一片平坦沙滩，实际上沙滩后方马上耸立观音山，左侧有阳明山，右侧是林口台地。这些高地上和山脚下布满了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台湾因多台风地震，每栋楼都像是小碉堡。试想，敌军艰难涉海登上沙滩时，抬头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居高临下的火力点，山腰炮阵地、海岸碉堡，甚至城市中的高楼大厦顶端都可能射出反装甲火箭与狙击弹，这将是何等绝望的画面。诺曼底登陆中让美军伤亡惨重的奥马哈海滩，不过背后是高约几十公尺的陡坡，已经够难打，而台湾的滩头后方可能是数百公尺的悬崖峭壁，更别说这14处潜在登陆点，台军早已了若指掌，统统在炮火覆盖和重重设防之下。可以说，台湾沿岸对防守一方而言真是梦寐以求的地形，对进攻一方而言却如噩梦般棘手。除了地利险阻，台湾的整体面积和人口规模也远超一般岛屿。台湾本岛东西最宽约140多公里，南北长接近400公里，面积超过36000平方公里，住着2300多万人。这不是一座荒凉的太平洋小岛，而是一个拥有高度城市化和复杂地形的现代化社会。全岛分布着超过250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中央山脉绵延南北，将岛分割，自然形成屏障。西部沿海虽有部分平原，但平原腹地又有湿地、河网和纵横的农田水渠，天然形成坦克难以驰骋的障碍。越往内陆，还要面对丘陵、密林与纵深都市。都市巷战历来是攻方噩梦，街角巷弄皆伏兵，一楼一堡垒，高楼冷枪难防，攻击者进入城市如闯迷宫，伤亡骤增。一位研究两岸军事的专家林碧莹形容道，登陆台湾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挑战在后头。进入台湾后，要通过湿地、山区和人口稠密的城市，每一种环境都需要不同战术和武器，难度层层叠加。就算第一批解放军士兵冒死登上台湾土地，前方也仿佛展开一幅魔鬼地形拼图在等着他们。再来看台湾的人力和士气，或许有人会问，台湾现役部队规模远小于解放军，又多年未经实战，真能守得住吗？但别忘了，防守一方往往只要不被击溃就是胜利。台湾的常备部队约有18万至19万人，然而战时可以动员的后备力量极为可观。最坏情况下，台湾仍可动员26万名后备军人投入防卫，而若情况紧急，法规上所有具备专业技能的民间人士都可征召服役。理论上，台湾有超过200万名退役或受过基本军训的后备役男子可供征召。虽然实际能否一次动员这么多人存在变数，但至少数十万人投入抵抗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中国即使登陆了1、2个师的兵力，面对的仍将是数倍于己、熟悉当地环境且为守护家园而奋战的防御者。澎湖的一位文史专家陈英俊就指出，我们的士兵都是台湾人，会为保卫家园而战，这就有差。看看乌克兰吧。他话中之意是，近年乌克兰战争证明了守军若是为自己的土地和家人奋斗，所展现的意志和战术创意会远超侵略者的预期。台湾官兵与平民同样会为自己的家园拼死相抗，这种斗志是攻方难以计算却不得不考量的重大变数。谈到乌克兰，俄乌战争给北京上了宝贵的一课。俄罗斯本以为几天内就能闪击拿下基辅，结果陷入长期苦战。一支看似弱小的守军凭借智慧和毅力，
硬是顶住了强敌攻势，甚至反戈一击。更让中国决策者警醒的是，俄军的2期作战尝试根本没能成功。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还被乌克兰灵活运用移动飞弹发射器给击沉了。这正是小国以巧制胜的经典案例。台湾军方对此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只要准备足够的不对称武器，例如机动式的雄风反舰飞弹、车载多管火箭、肩扛刺针飞弹、无人机蜂群等等，就能像乌军一样打得侵略者措手不及。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特别强调，台湾应构筑豪猪战略，以机动快打的精准武器削弱敌军。现在台湾确实已经部署了一批机动飞弹载具和便携式飞弹，只是李上将认为还需要更多。设想一下，数十辆载满反舰飞弹的卡车分散隐蔽在海岸线背后，一旦共军船团露头，公路机动发射车立即从隧道或树林窜出，齐射饱和攻击，片刻后又转移阵地。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将令进攻方防不胜防。一枚飞弹击毁一艘巨舰，性价比之悬殊，足以让亲台指挥官胆寒。然而解放军若真胆敢犯台，当然不会毫无准备就让自己送死，他们势必倾全力以求速胜。在兵棋推演中，北京的最佳剧本是这样的：开战之初，以飞弹狂轰瘫痪台湾的雷达、防空系统和指挥通信，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同时派出特种部队奇袭台湾本岛重要机场、港口和政军中枢，力图斩首台湾领导层，瘫痪指挥链。接着大规模2栖登陆部队从海上多路袭来，空降兵从天而降，在几天内夹击包围台北等关键目标，迫使台湾政府快速投降。一切听起来好像行云流水，干净利落，但实际操作上，这套6战一体的剧本每一步都暗藏风险。首先，解放军确实拥有大量导弹和火箭，可对台湾实施密集打击，但台湾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台湾早已建构分散的预警雷达网和防空飞弹网，高价值的战机躲进坚固山洞机库，飞弹发射车更是四处疏散，隐藏假目标迷惑敌军。解放军飞弹雨再猛烈，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台湾所有抵抗能力。而且只要战争阴影浮现，台湾很可能先发制人的采取重层阻绝行动，例如派出前舰在中国沿岸布雷锋港，用雄风飞弹远程打击解放军集结的登陆舰队，或以巡弋飞弹攻击对岸沿海的导弹发射阵地和机场。台湾现有的雄2E、云峰等长程飞弹被视为威慑武器，一旦开战，可能用来断敌一臂。这意味着解放军不光要攻，还得防着台湾的反击。战争一开始就不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而更像2强互相出拳，谁都挨得痛。即便导弹攻防过后，解放军试图投入特种兵奇袭台湾本岛，也是步步惊心。台湾全岛已部署紧密的监控雷达与严密防谍措施，任何大规模直升机机降、偷渡渗透都难逃侦查。而且台湾关键设施与领导要员有严密保护，不太可能像俄军空降兵突袭乌克兰机场那样轻易得手。特战小组即便一时成功登陆，也将陷于人民自卫力量和宪警单位编织的天罗地网。不要忘了，台湾民众不少人都有民防或射击训练，真到保家卫国时，街巷之内处处可能是游击队。解放军特种兵孤军深入，反而可能有去无回。最后，我们谈到真正的决战时刻，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跨海登陆，这其实是整个战役中最艰巨、最决定命运的一环，也正是中共迟迟不敢轻启战端的核心原因。因为跨海登陆是公认最困难、最复杂、最危险的军事行动之一。对比历史，我们找不到一场与武统台湾完全类似的战例，它的规模和难度几乎前无古人。有人爱拿第2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类比，但其实南台湾之战将远比诺曼底艰难。当年诺曼底是平坦的法国乡村海岸，背后少量村镇，德军守军仅5万多人，且士气平平。而台湾有1000万平民，城市密布，地形复杂，且守军斗志昂扬。诺曼底战役，盟军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天之内投入超过15万兵力，死伤无数才站稳滩头。而攻打台湾，
中共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解放军大概要投入多少兵力才可能打下台湾呢？这里有一个粗略的兵棋概念，进攻方通常希望在局部保持3:1以上的人数优势，遇上复杂地形，甚至追求5:1。假设台湾全力动员有45万至50万守军，攻方理论上至少想投入150万以上部队，甚至200万才能较有把握。这个数字听起来吓人，但仔细想想并不离谱。台湾面积大，山区多，一个师几千人撒进台湾，可能连个水花都冒不起来。的确需要几十个师级以上兵团，才能在多处滩头和纵深同时展开攻势。也难怪有分析推测，中国若想全面控制整个台湾，可能得跨海运送100万到200万军力，这还没算上后续维持治安的武警和民兵。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届时解放军几乎倾国之力，陆海空火箭军全员上阵，甚至包括动员的预备役和海量民用船舶一起涌向台湾海峡，这将是何等壮观也何等危险的景象。要跨海送100万雄师可不是小事，不计其数的船只得组成舰队，其中不仅有2栖登陆舰，还可能征用货柜轮、滚装船、工程艇、渔船乃至邮轮来载人载车。解放军确实早有准备，这些年推行军民融合，要求大型商船预留改装运兵的设施，一旦下令，全中国的港口都会涌出各式船只参与运输。可是无论是军舰也好，民船也罢，船终究是脆弱的钢铁棺材，面对飞弹、鱼雷、布雷或空袭，一艘船被击沉，就可能连同上千名士兵一起葬身大海。而这条130公里的海上航路，对台湾来说形同天然靶场，海峡就是杀伤侵略军的大陷阱。台湾本岛和澎湖群岛遍布海岸雷达，敌军船团一出港就难逃监视。更何况澎湖列岛正好位于海峡中央，上面部署有雄风反舰飞弹和各种长程炮火，可从中间拦腰伏击舰队。可以预见，解放军船团在越过海峡的第一阶段运输时，就可能遭受严重损失。哪怕他们以导弹先制压台湾沿岸火力，也不可能压制住所有机动发射车与潜伏的舰队杀手。一旦大批运兵船在海上被击沉，解放军的旅级单位可能直接覆灭于波涛之间，那将是惨绝人寰的灾难画面。北京当局能承受这种损失吗？或许有人说，中国也有强大海空军护航，可以压制台湾的反击。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海空力量虽然数量庞大，但要在台湾周边完全掌控制空制海并不容易。台湾的空军与海军虽小，但仍拥有数十艘各式军舰、上百架战机以及自制的雄风系列反舰飞弹、潜射鱼雷等杀手锏。更重要的是，解放军海军即使舰艇众多，也得面对美日等强权随时可能的介入。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坦言，解放台湾的最大难点在于美国可能干预，这是解放军要清除的最大障碍。事实上，美国虽未公开承诺一定出兵保卫台湾，但历任总统都暗示会采取行动。届时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可能在台海周边游弋待命，中共岂能不忌惮？即使撇开美军直接参战不谈，国际经济制裁也足以让北京三思。俄罗斯因侵略遭西方全面制裁，经济元气大伤，中国经济总量远高于俄国，与全球供应链深度交织，一旦动武被制裁，势必伤筋动骨。特别是台湾掌握全球先进半导体制造，战火一起，全球芯片供应中断，西方经济固然受影响，中国自己也将陷入科技黑暗期。进攻台湾几乎等于与整个现代世界为敌，这场仗代价之高，已远非单纯的军事胜负可以衡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武统台湾并非中国君王小说里动动手指头的简单剧情，而是复杂严酷的系统工程。哪怕解放军在纸面装备上占优，也欠缺实战经验。他们自1979年对越作战以来再无经历大战，40多年来和平环境使得整整一代解放军官兵毫无实战经历，真到了炮火连天的环境下，能否发挥纸面实力还是未知数。反观台湾，虽然也多年未打仗，但他们是在自己家门口作战，背水一战更能激发斗志。而且别忘了，
战争从来不只是硬体比拼，更考验人心与意志。习近平若要下令攻台，必须准备承受巨大的伤亡和国际谴责，以及可能的内部动荡风险。试问，一旦侵台行动遭遇顽强抵抗而受挫，习政权能否稳住国内舆论？中国人民能否接受成千上万的官兵长眠他乡？这些都是北京当局不得不慎重掂量的问题。李喜明上将说得好，你要让中国知道，他会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即便如此，也可能无法占领台湾。只要中国认清这一点，就会明白解决台湾问题最佳办法是和平方式。因此，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北京虽然对台湾文攻武吓不断，甚至派军机军舰日夜骚扰，在2022年美国高层访台期间还搞出围岛实弹军演，但终究仍未跨出真正攻击台湾本岛的那一步。说白了，台湾是个极难啃的硬骨头，只要防卫决心不垮，国际支持不缺，中共就很难找到十拿九稳的攻台时机。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曾提到，2027年前后是解放军可能动武的窗口，但更多专家相信，北京除非认为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到位，否则不会轻启战端。毕竟这不是打游戏，一旦赌输，付出的可能是整个政权的存亡。习近平虽极力鼓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统一台湾，但他也清楚这场仗凶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尤其在乌克兰战争后，习近平更是不敢掉以轻心，他甚至对外表示不会上美国的当，暗指美方或许巴不得中国误判开战，然后好借机围堵削弱中国。因此，我们看到北京近年来一方面扩充军备，模拟封锁攻台，另一方面也对内宣称和平统一仍是首选，试图先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削弱台湾抵抗意志。总而言之，台湾被誉为全球最难攻打的岛屿，绝非浪得虚名。这里有大海的屏障、险峻的地形、坚强的人民、现代化的防御体系，以及环环相扣的国际变数。解放军若轻率动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战场和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该天真的认为台湾坚不可摧，战争没有绝对的赢家，台湾只能尽最大努力让对方赢不了。只要让中共高层认识到武力犯台几乎是踩进火坑，那么他们就会迟迟不敢贸然出手。未来局势如何发展，无人能断言，但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的准备越充分，让侵略者付出的代价预期越高，和平的日子就能越长久。希望这座坚韧的小岛最终不必经历战火，而能在国际支持下持续屹立，成为威权大梦中最难吞下的那一块骨头。试想一下，5000架战机遮天蔽日般飞向台湾会是什么画面？光是想象天空被战机乌云盖顶，就让人不寒而栗。解放军空军号称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多的战机数量，难道不管战术战法，只凭数量就能踩平台湾的天空吗？答案远没有这么简单。面对如此庞大的空中威胁，台湾凭什么守住自己的制空权？台湾的防空秘诀又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一步步揭开台湾顶级防空体系的神秘面纱，同时也来聊聊以色列的防空，看看两者谁更胜一筹。首先，我们得澄清一个观念，战争不是网络游戏，兵力数字并不等于战力结局。5000架战机听起来吓人，但不可能同时全部挤在台湾上空作战。天空就这么大，一次能容纳的战机数有限，而且出勤的战机还得轮番加油、补给和维修。不妨把这5000架想成接力队，前批飞出去，后批还在地面等加油装弹，能同时在空中进行战斗的，其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更何况，从中国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机要飞越台湾海峡才能到台湾上空，中间还要耗费宝贵的油料和时间。以解放军的主力歼击机来说，多数作战半径有限，到达台湾可能只能逗留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得折返补给。航程限制庞佛在战机脚上拴了一条链子，让他们无法长时间盘旋台湾上空为所欲为。另外，战机飞出去不是你想飞就能飞，还牵涉到飞行员体力和后勤维修。每天出动上千架次的高强度作战，战机零件损耗惊人，
技师得日以继夜更换检修，飞行员也会疲劳。这就像长跑比赛，数量多固然起跑声势浩大，但能不能持久跑完全程又是另一回事。再者，就算解放军真派出压倒性的机群，也得面临协同难题。空域拥挤和通讯调度会变成噩梦，天空中上百架、上千架战机密密麻麻，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撞或误伤自家友机。要让数以千计的飞机在短时间内有序攻击，对指挥控制是巨大考验。现代空战讲求资讯整合，每架战机都要知道自己该打哪儿、避哪儿，但数量过多反而可能乱了阵脚。简而言之，5000架战机不是无敌舰队，反而可能变成一团乱麻。最后我们也别忘了，这5000架战机的构成参差不齐，并非清一色先进战机。解放军空军虽然总数庞大，但其中有不少老旧机型，比如歼7、歼8这类上世纪的产物。这些老飞机即使凑数上场，在台湾现代化防空网面前也是送分题，甚至可能当诱饵都派不上用场。而真正先进的歼20隐形战机、歼10C、歼16等，再怎么多也有极限，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成百上千架。能投入对台第一线的现代战机数量，其实比起传闻的5000架要少得多。所以别被5000这个数字吓倒，战场态势远比单纯数字游戏复杂。面对可能来袭的庞大机群和密集导弹雨，台湾早已建构起一套层层防护的防空天罗地网。这其中既有向美国购买的尖端装备，也有自行研发的国之重器。首先登场的是鼎鼎大名的爱国者飞弹，台湾部署的是爱国者2型和爱国者3型，尤其是爱国者3型 Patriot PAC-3 是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防空飞弹拦截系统，它专治各种飞弹飞机，特别拿手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导弹。爱国者飞弹就像空中的盾牌，一旦侦测到敌方导弹来袭，便会以每秒数公里的高速反向撞上去，把敌人的弹头在空中打成碎片。有人形容这叫飞弹打飞弹，就像用子弹去撞子弹，难度极高。但台湾就是有这样的绝活。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近年向美国增购了爱国者3型增程版飞弹，这种最新型的爱国者飞弹射程更远，射高更高。一般爱国者3型拦截弹道的高度大约20多公里，而增程型一口气提高到将近50至60公里高的大气层边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射来的短程弹道飞弹还在半途高空，就可能被爱国者拦腰斩断，离台湾本岛还远着呢，就变成天女散花。当然，爱国者也能对付敌方战机，尤其是高价值的轰炸机或预警机，只要他们飞到爱国者的射程内，也难逃一劫。不过，爱国者飞弹也有它的局限，它采用固定仰角发射，发射架通常朝向预定威胁方向，覆盖角度是扇形而非圆形。简单说，爱国者就像拿着盾牌向前防御，正面防护力惊人，但两侧和背后需要别的系统补位。所以台湾并非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时候就轮到国产的天弓系列防空飞弹出场了。天弓1型、2型、3型，家族成员一字排开，各有分工。其中天弓3型是最先进的款式，被称为天空之弓。它采用垂直冷发射，可以360度无死角地攻击目标，等于在地面布下一根能旋转的长矛，敌机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戳得到。天弓3型的性能一点也不逊色于爱国者。官方资料透露，它最远射程可达200公里，最高拦截高度50公里以上，拦截速度高达7马赫。这些数字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换个说法，如果把台湾比作一座刺猬岛，天弓飞弹就是遍布全岛的尖刺，任何飞到台湾上空的敌机导弹都可能被这些尖刺刺中。天弓系列能拦截战斗机、直升机、巡航导弹，甚至可拦截对方射来的反辐射导弹、专打雷达的飞弹。由于天弓可以全向发射，它通常与爱国者搭配部署，爱国者负责主要威胁方向的中高空目标，天弓则守住其他角度与中低空漏洞。两种飞弹一合作，几乎织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防空罩。除了爱国者和天弓这两大支柱，台湾的防空体系还有其他利器，例如陆基的短程防空导弹和高射炮，专门拦截漏网之鱼和低空近距离目标，像是野战部队装备的复仇者飞弹发射车，
装载刺针飞弹或者天兵炮车等，可以对付贴地飞行的武装直升机或无人机。此外，台湾的海军军舰上也装有防空飞弹，例如标准2型舰对空飞弹，必要时海峡上的军舰也能提供一道防空火网，与陆基防空形成海空联防。整体而言，台湾大大小小防空武器数以千计，有统计指出，台湾防空飞弹数量约有数千枚之多，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难怪有人把台湾比喻为防空密度全球第2的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如此密如箭林弹雨的防空网，就算有再多战机闯进来，也是九死一生。防空作战看不见就打不着，要拦截高速来袭的飞机和飞弹，首先得及早发现目标。台湾在预警探测上可是一点也不马虎，甚至可以说具备亚洲数1数2的千里眼。这双千里眼指的就是乐山雷达站。乐山雷达座落在新竹县的高山上，被昵称为乐山大佛或者东亚之眼。它其实是一座巨型相控阵雷达，由美国雷神公司打造，专门提供远程预警。乐山雷达的功力有多强？据透露，对于雷达截面积10平方公尺，也就是相当于一架大型飞机或飞弹的目标，它的侦测距离高达5000公里。对于较小的战术弹头目标，侦测距离也有1500公里以上。换句话说，在乐山雷达眼中，整个东亚上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难逃法眼。不管是远在1000公里外的导弹发射，还是临近海域的战机起飞，它都能及早发现并通知台湾三军提高戒备。举个实际例子，2012年底北韩试射远程火箭时，台湾的乐山雷达比日本还早2分钟捕捉到飞行轨迹，抢先掌握了这颗火箭的动向。2分钟在平时眨眼即过，但对导弹预警而言却是宝贵无比的反应时间。多出的黄金几分钟足以让防空部队从容不迫地把拦截飞弹推上发射架，战机也能紧急升空戒备。可以说，乐山雷达替台湾防空撑起了预警早钟，让国军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除了乐山这只巨眼，台湾还布建了绵密的雷达网路和空中预警机队伍，全岛各地包括沿海和山顶都分布着各式防空雷达站，形成多层次的监视网。有些雷达专司远程高空搜索，有些负责低空补盲，哪怕敌人贴着海平面偷袭，台湾的雷达也力求不留死角。同时，台湾空军拥有数架 E2K 空中预警机，绰号空中眼睛。这些预警机平时不声不响地停在基地，但战时会飞上高空巡弋，以鸟瞰视角俯视整个台海战场。空中预警机的好处在于它机动灵活，不怕固定雷达站可能被摧毁，即使地面雷达受干扰或受损，天空中的预警机依然能接力探测并指挥作战。有了雷达眼睛，还需要畅通的大脑神经才能反应。台湾的防空指挥系统多年来与美军体系接轨，建立了现代化的防空自动化指管通情系统。一旦侦测到来袭目标，资讯会在瞬间传遍三军，各防空单位的电脑屏幕上都会显示出敌人轨迹。防空指挥中心可以迅速判断威胁优先级，指派哪个单位去拦截哪个目标。例如高空高速的弹道导弹就交给爱国者3型，中低空飞行的战机则由天宫或战斗机去对付。如果有漏网之鱼闯入近距离，高射炮和短程导弹再补上一刀。这种自动化整合指挥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也避免各单位各打各的乱成一团。当然，现代战场还充满着电子讯号的对抗。电子战是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场，解放军拥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战时势必会对台湾的雷达通信进行干扰压制。但是台湾早有准备，采取各种抗干扰措施，让自己的雷达不那么容易被弄瞎。例如雷达频率可以跳变，不给对手锁定的机会；通信系统有多重备援，加密又有限备波，让干扰效果大打折扣。台湾军方也组建了电子战部队，装备各式干扰器，能够对来袭的敌机导弹进行反制。想象一下，解放军战机飞到台湾上空，突然发现雷达荧幕上一片雪花或满是假目标，导引头被干扰的找不到真正的台湾基地，这就是电子战带来的效果。甚至台湾可能出动干扰无人机，飞到敌方编队附近发射强力电磁噪音，迫使对手雷达失灵。总之，在电波看不见的维度，
双方也是暗潮汹涌，台湾不会坐以待毙。除了装备与技术，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本身就是防御上的一张王牌。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台湾是一座长条形岛屿，中央有一整条绵延的高山山脉，东岸山势尤其险峻，直逼海岸。这种地形对防空作战意义重大。首先，中央山脉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岛分成东西两侧，西部面向台湾海峡，是主要威胁方向，东部背向太平洋。由于有高山阻隔，等于天然的后方基地，许多台湾空军的重要设施都建在山后东岸，例如花莲、台东的空军基地就依山傍海，战机可以藏身山洞，必要时出其不意从东部起飞，绕回去迎敌。解放军的飞弹和战机要攻击东岸基地，得绕过或飞越中央山脉，增加了距离和难度。就算飞弹打得到，山里还有坚固的地下掩体提供额外保护。说到地下掩体，台湾在这方面可是下了苦功。早在过去几十年，台湾就借鉴瑞士等国经验，投入巨资把部分空军基地建成地下要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花莲的嘉山基地。嘉山基地几乎挖空一座山来藏飞机，据称里头可容纳上百架战机。从外头看，只是山壁一扇扇不起眼的巨门，一旦战争爆发，大门打开，战机就能从山腹中划出跑道，迅速起飞。敌人的炸弹就算把外头跑道炸出坑洞，山洞里的飞机依然安然无恙，待跑道快速修复或启用备用跑道，又能重新升空作战。这种山洞机库让解放军很头痛，因为难以彻底摧毁台湾的空中力量。美军专家也曾感叹，台湾的战机就像钻进山里的老鹰，想一网打尽几乎不可能。除了藏飞机，台湾的关键雷达指挥中心也躲在山里面，例如衡山指挥所，据说是一座深藏在大屯山岩层中的地下指挥中心，被称为台湾的松鼠山洞版五角大楼。这些设施经过特殊加固，顶上就是几十公尺厚的花岗岩，就算外面炮弹如雨，里面照样运筹帷幄。不仅如此，台湾遍布山区的军事基地还常常伪装成普通的农舍、工厂模样，或者利用山谷地形隐蔽，敌军飞行员肉眼很难判别目标真假，就算卫星照片也未必看得出门道。因此解放军就算飞临台湾上空，面对的是一个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堡垒的陌生岛屿，稍有不慎就扑了个空。台湾的地形优势还不止山，多山的地貌也造就了许多曲折的小河溪谷和开阔的平原公路。战时如果主要机场跑道被毁，台湾早有公路战备跑道可供战机起降。是的，你没看错，高速公路摇身一变也能当机场。台湾从上世纪就规划了多条比之加强的公路路段做备用跑道，一到危急时刻，只要把中间分隔岛拆除，清理路面杂物，战斗机就能直接降落公路加油、挂弹，再从公路上起飞投入战斗。这样的演练，台湾已经做过好几次，包括嘉义民雄、彰化园林、台南麻豆、仁德，甚至屏东嘉东等地段，都成功让 F-16、幻象2000、经国号战机甚至 E-2K 预警机公路上起降过。试想，敌人千辛万苦炸毁了空军基地的跑道，结果台湾飞行员转头就把高速公路当跑道继续作业，这种打不死的小强韧性绝对会让对手抓狂。由此可见，台湾凭借山高路广，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领。山里能藏，马路能飞，基地还能多点开花，分散部署。这种弹性让解放军无法一击毙命地瘫痪台湾防空。每当敌人以为拔除了台湾的眼睛或折断了台湾的翅膀，往往才发现真正的实力还藏在下一个山头后。或许有人会问，好吧，台湾防空看起来层层设防，但真遇到铺天盖地的大空袭，究竟能守多久？我们不妨脑补一场剧本，看看台湾可能如何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空中打击。第一波攻击多半从飞弹开始。某日清晨，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弹道飞弹突然从对岸呼啸升空，直奔台湾的雷达站和空军基地。早已枕戈待旦的乐山雷达瞬间发出警报，爱国者和天宫阵地火速启动。只见防空飞弹拖着长长尾焰冲向高空，去迎击那些来袭的弹道飞弹。一场看不见的高空碰撞随即展开，10几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高空中，
爱国者3型精准撞毁对方的弹头，引发一团团闪光和残片。天宫3型也不甘示弱，在大气层边缘将目标引爆。当然，敌人的攻击密度极高，不可能100%拦截，仍有部分导弹突破防线，在台湾岛上炸出火球。几座次要雷达站中弹失联，部分机场跑道被炸出弹坑。第一轮打击过后，台湾的地面雷达网出现一些空白，一些战机暂时失去了跑道可用，看似形势不妙。但是紧接着，台湾的备援方案立刻展开。首先，空中预警机接管了探测任务，几架 E2K 预警机早在导弹来袭前就已经升空，在安全空域盘旋。现在它们发挥作用，把天空重新照亮。预警机将敌方后续波次的攻击机群位置通报给空军。接着，公路战备跑道开启，工程单位火速清理之前准备好的高速公路路段，不到半小时临时跑道就待命完毕。一批存活的战机迅速转场，在公路上升空。与此同时，各空军基地的损管人员也以最快速度修补跑道上的弹坑，很多机场几小时内就恢复起降能力。第二波攻击紧随而至，这回是解放军派出混编机群歼10、歼16战机护航着轰炸机和歼轰机，试图突袭台湾重要目标。他们兵分多路，有的从北部切入，有的绕到南部海域，试图从缺口钻进来。面对多路来犯之敌，台湾防空系统启动自动分配目标模式。北部来袭的一批刚跨越海峡中线，立刻遭到早已埋伏的爱国者与天宫飞弹齐射，几架飞在前面的歼击机闪避不及，被飞来的防空飞弹当空残骸坠入海中。其他敌机见势不妙，急忙降低高度贴海飞行，企图躲过雷达。然后他们赫然发现，海峡上竟然有台湾的基隆级驱逐舰在游弋，舰上的相控阵雷达早就锁定了贴海飞行的目标。一串标准2型防空飞弹从军舰上飞出，直扑低空掠海的轰炸机群。几架轰6轰炸机被拦腰击中，丢下尚未投出的炸弹就坠海沉没。然而，南路来袭的敌机此刻绕过台湾南端，试图从后方攻击东部的空军基地，这一路避开了大部分地面防空阵地，眼看快要抵近花莲外海。然而，隐藏在山区的台湾战斗机奇袭队发挥了作用。原来早有一支台湾的 IDF 经国号战机中队藏匿在东部山谷简易机场，避过了导弹攻击，刚刚从战备跑道起飞，绕到敌机后方。在预警机指引下，这群经国号撇开雷达静默，静悄悄贴着山谷超低空飞行，直到敌机背后突然跳起。等歼10们发现雷达警告，台湾战机的空对空飞弹已经呼啸而至，几团火光炸亮天空，敌编队陷入混乱，被迫扔掉挂载的炸弹，匆忙应战。此时台湾经国号战机采取打了就跑战术，不恋战，发射完飞弹立即再次钻回山区掩护。在敌机阵型大乱之际，山顶上的防空炮和近程飞弹阵地也现身了。原本关机隐蔽的一些小型防空雷达此刻突然开机，导引着天空卫士飞弹、刺针飞弹对准漏网的敌机发射。霎时间，南部天空炮火密集，几架挨了肩射飞弹的敌军战机冒着黑烟坠落，其余连忙逃离台湾东部空域。第三波攻击也许还会来，但经过前2轮，解放军空军的损失和疲惫与日俱增，而台湾的防空网仍然没有被撕开决定性口子。短短数小时内，解放军可能折损了数十架各型飞机。更糟的是，直到此刻，他们仍未能确保制空权。天上还有台湾的预警机在引导，地面还不断有飞弹升空。解放军不得不开始放慢节奏，重新评估战场形势。此时，台湾也不会干等着挨打，很可能已经启动反击措施。例如，台湾部署的雄风2E型巡弋飞弹可能悄悄朝对岸发射，瞄准敌军沿海的雷达站、导弹阵地和机场，让解放军前线部队自身难保。同时，台湾的资讯战单位也可能对敌方的指挥网络发动网络攻击，干扰他们的通讯和情报。四面八方的压力加起来，解放军就算家大业大，此时也必须慎重考虑是否继续强攻。透过这个模拟剧本可以看出，台湾面对大规模空袭并非束手无策，而是有一整套抗击恢复反击的流程。在猛烈攻势下，防空网可能会部分受损，但不会整体瘫痪。台湾有各种预备方案让战力迅速恢复，
然后抓紧时机对攻击方施加反制。这正是台湾防空体系的高明之处，弹性、韧性加上精准的杀伤力，让进攻方无法轻易得手。谈了这么多台湾的防空利器，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以防空闻名的国家——以色列。以色列和台湾有不少相似之处，国土不大，四面危机，常年处在战争威胁之下，因此都发展出世界顶尖的防空系统。那么，若比较台湾与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谁更强一些呢？先说以色列的防空特色。以色列被称作世界上防空最严密的国家之一，其招牌是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网，最低层对付短程火箭弹和迫击炮弹有铁穹防御系统。铁穹堪称以色列的明星，它的小型拦截弹专打几公里到数十公里内的火箭弹，经常在加萨上空表演空中爆花，一次冲上去拦下对方简易火箭，成功率相当高。中间一层，以色列有大卫弹弓系统，拦截中程较高速的目标，例如射程几百公里的重型火箭和巡弋飞弹。再往上，高空远程则有箭式反导弹系列，专门拦截伊朗那种射程上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此外，以色列也装备了美制爱国者飞弹，作为高空防空和导弹拦截的补充。一套铁穹，一套大卫弹弓，再加剑2、剑3，组成了固若金汤的盾牌，几乎可以说从地表到大气层都有拦截者把守。最近以色列更研制出铁束雷射防御系统，想用高能雷射光束来击落极短程目标，降低拦截成本。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但以色列确实走在世界前沿。反观台湾的防空体系，其实也有类似的多层思维，但因应的威胁类型不同，配置上有所差异。台湾面对的主要是大规模现代化军事打击，包括大量先进战机、长程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等，而不像以色列那样每天要拦截成百上千枚土制火箭弹。这导致台湾的防空更侧重于中远程大威胁的对抗，比如爱国者3型和天弓3型，对标的是敌方战机和弹道导弹，相当于以色列的系统和爱国者属于高空层。台湾也部署了相当数量的中低空防空，如天弓1、2型以及海军的标准2型，对应飞机和导弹目标，类似以色列的大卫弹弓层级。不过在短程近距离这一块，台湾目前相对欠缺类似铁穹那样专打火箭弹的小型拦截系统，毕竟台湾日常不会遭遇数公里外打一排火箭弹的情境，两岸相隔的海峡距离远远超过火箭弹射程，因此台湾过去没有迫切发展铁穹这种武器。但近年来，考量解放军可能动用远程火箭炮和自杀无人机齐射饱和攻击台湾的机场雷达等要害目标，台湾也开始研发低成本拦截手段，例如上文提到的雷射炮计划和改良型高射炮弹药等，就是试图填补短程防御的最后一块拼图。综合来看，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在实战经验和密集分层上有明显优势，毕竟铁穹和剑士都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在实弹交锋中验证了性能，让全世界都看到以色列拦截火箭如同切瓜。台湾则因为多年未经实战，许多防空系统只是透过演习和模拟测试，但缺乏实战战绩可供宣传。然而这并不代表台湾的防空较弱，事实上，台湾的防空体系设计是针对大国正规军作战，技术水准相当高。例如台湾自行研发的天弓3型，其性能已接近美国爱国者2型，某些方面甚至更灵活。再如乐山长程预警雷达，连美日都要仰赖其提供情报。台湾与以色列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以色列善于拦截零星但频繁的中小型威胁，胜在反应迅速、密不透风；台湾则强于应对高强度大规模空袭，注重整体协调、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两国的国情和敌情不同，战略布局也不同，很难直接说谁的防空更强。如果硬要比较，不妨这样想：以色列的防空像一把瑞士刀，每一层都有精巧工具应付特定威胁；台湾的防空更像一柄重剑，锋利而结实，专为迎战巨龙而锻造。真要论全面战争环境下的生存力，台湾面对的是可能持续数周的大国攻击，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的整体防御韧性，而以色列面对的是周期性爆发的区域冲突。
强调的是快速制止威胁并立即反制，因此谁弱，很大程度取决于对比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都站在世界防空技术与战术的前列，都有让对手闻风丧胆的本事。在讨论空中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台湾海战从来不会只是单纯的空战，夺取制空权固然重要，但台湾的防御体系是海、空、陆、网电、民防多方面一体的立体防御。简单说，空中的打击和防守只是其中一环，还有其他环节密切配合，才能真正守护岛屿安全。首先是海空联防，台湾四面环海，如果解放军想攻台，必定伴随海上封锁和登陆企图，因此台湾海军和空军的合作至关重要。海军的舰艇不仅要提防敌方舰队和运输船团，还要协助防空，像之前模拟中提到的军舰发射防空飞弹，就是海空联防的体现。反之，空军争取的局部制空也保护了海上的己方舰艇，使他们能发挥战力。台湾还部署有强大的岸置反舰飞弹，如雄风系列，这些也需要在一定制空情况下运作。同时，空军的反舰战机如 F-16 挂载鱼叉飞弹，也能在空战鱼峡对敌舰进行打击。海空军彼此火力互相支援，才能对解放军形成多重威胁。如果解放军空军忙于闪避台湾飞弹，同时他们的登陆舰队又遭到反舰飞弹袭击，进退失据，就无法顺利执行登陆作战。这其实是台湾防卫战略的精髓，不求在单一领域决胜，但求以联合效果拖垮对手。其次是网络与电磁作战。现代战争强调置资训权，攻防双方都会极力瘫痪对方的通讯网络、雷达、电力等系统。台湾深知自己的劣势是在网络战可能被对岸网军攻击，例如瘫痪关键指挥系统或破坏公共设施运作，因此平时就加强了网络安全演练，战时也准备了备援通讯方案，包括卫星通讯、短波电台、缆线备份等等。一旦主通讯网被网攻，备用系统会迅速切换，确保军令传达不中断。同样地，台湾也会运用电子侦察和网络攻击反击对手，削弱解放军的指挥协调能力。比如战时可能派特种部队或透过无人机对敌方前线雷达站进行干扰，网军同时对敌军后方物流系统下手，搞乱他们的调度。这些看不见的攻防虽然不如真刀真枪那么直观，却极大地影响着战场走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全民防卫意志与民防体系。台湾和以色列一样，小国生存不易，因此全民国防观念相对强。以色列有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和随时可动员的后备军，台湾近年来也在强化后备动员，建立常备军、后备部队双层架构。一旦战事爆发，台湾的后备部队和民防组织将投入维持社会运作、协助救灾和支援军事行动的工作。各城市平时都有防空演习，如万安演习，居民演练如何避难、疏散、伤患救护等。台湾也早已将许多地下室、停车场、捷运站设计成防空避难所的一部分，分布在各地。这意味着当敌方导弹落下时，多数平民可以找到遮蔽处，大大降低伤亡和恐慌。民心士气是防御战争中最重要但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台湾过去几十年的演习和教育，就是为了在战时保持社会的基本运转，不至于因空袭而陷入混乱。只要内部不乱，前线官兵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专注地抗敌。而一旦台湾社会展现出团结与抗打击的韧性，解放军想透过狂轰滥炸来逼台湾就范的企图就难以得逞。综上所述，台湾的防空作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海上的拒止作战、地面的滩岸防御、后方的民防救援、网电战场的角力等融合成一体。这种全方位立体防御构筑出一道道复合屏障，层层消耗并阻滞进犯之敌。夺取制空权只是第一步，而台湾已经准备好让对手每走一步付出高昂代价。解放军就算空中优势再明显，也无法在其他领域如入无人之境。反之，只要台湾在任意领域撑住并反制，敌方的战略企图就难以实现。这也是为何很多军事专家反复强调，攻台行动将会是极为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战，不是飞机多就行，不是导弹多就赢，而是考验国力、军力、民心的全面角逐。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5000架战机都夺取不了台湾制空权？因为台湾早已不是当年那座任人拿着钢刀就能砍瓜切菜的小岛，而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刺猬。从爱国者、天宫飞弹编织的高空火网，到乐山雷达、预警机构筑的情报屏障，再到山洞机堡、公路跑道提供的韧性生存力，台湾的防空体系可谓世界顶级。这套体系并非铁板一块，但胜在灵活多层，有点像现代版的烽火台加城堡群，打一座还有下一座，总有后手等着侵略者。至于台湾与以色列两国谁的防空更强，我们看到了各自不同的侧重领域。以色列因应中东环境，打造了密不透风的小盾牌，台湾面对台海压力，祭出了能挡巨龙的长矛阵。两者其实难分高下，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敌人来犯时，无论是台湾还是以色列，都有能力让对手付出沉重代价。5000架战机也好，数千枚火箭也罢，真正落到实战，考验的不仅是攻方的武力，更是守方的智慧与意志。希望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需要台湾和以色列这些精心准备的防空系统在实战中一较高下，因为一旦走到那一步，代表的将是可怕的。但正因为备战才能避战，台湾辛苦建立的这顶钢铁伞，正是为了让对手知难而退，不敢轻启战端。当我们回顾这些年台湾投入的心血，不难明白，守护家园的天空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科技、策略和坚定的信念。台湾的防空能力世界顶级，这不是什么神话，而是无数人日夜努力的成果。也唯有如此，才能在风雨欲来的环境中，给予全体人民一份珍贵的安全感与底气。制空权之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比拼，而是一场立体的斗智斗力较量，而台湾早已为此准备好了。故事要从一个令人意外的猜测开始，有没有可能中东的以色列会成为第一个和台湾建交的非邦交大国？乍听之下仿佛天方夜谭，但近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让这个话题悄悄浮上台面。以色列和台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土地，一个在地中海畔，一个在太平洋中，一个被周边邻居环伺威胁，一个被强邻虎视眈眈。两者官方上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在近年发展出一段微妙而紧密的友谊。本篇将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带大家轻松探索这段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转变，台湾如何经营与以色列的互动，美中两强如何施加影响，到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左右台以交流，最后看看有无出现任何建交或战略合作的苗头。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这段跨越万里的关系正写下怎样的篇章呢？先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说起。官方而言，以色列奉行的是典型的一中政策。早在1992年1月，以色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当时签署的联合公报白纸黑字写着，以色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以色列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于是，以色列和多数国家一样，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也不会公开派部长级官员互访。一句话，以色列在台北既没有以色列大使馆，只有个名称拗口的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在特拉维夫也只能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双方礼尚往来，各自派驻代表充当变相的大使。这些办事处自1993年成立至今，功能上几乎和大使馆无异，但地位上毕竟只是一种民间机构的待遇。不过，官方的制式表态是一回事，实际互动又是另一回事。以色列虽然在外交名分上小心翼翼，但长期以来对台湾保持着相当热络的实质交流。可以说，以色列对台湾戴着两张面具，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尊重北京的立场，私底下却对台湾频频点头微笑。尤其近年，这层面具似乎越摘越下来，露出友善真实的表情。举个例子，以色列竟然在国际会场为台湾仗义直言。2024年和2025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台湾参与问题时，以色列代表接连发言支持台湾加入。
要知道，能在这种全球瞩目的正式场合力挺台湾，绝非寻常小事。这表示以色列在公共卫生领域不顾中国反对，认为台湾的声音值得被听见。对比许多国家对台湾议题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以色列的表现相当大胆，让台湾民众大感意外又惊喜。再看今年发生的一场小风波，2024年5月，以色列海法市举办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邀请各国驻以色列代表参加。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雅萍名列受邀来宾，甚至被安排在活动上致辞。消息一传到中国耳里，北京派驻的人员当场向主办单位抗议，要求把台湾代表赶走。结果主办单位根本不鸟这套，中国代表一气之下提早离场抗议。这段插曲透出一个信息，以色列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愿配合中国去冷落台湾，反而给了台湾代表应有的尊重。主办单位敢于抗议中国代表，背后也显示以色列官方默许这种对台友好的姿态。可以想见，在场的台湾驻以代表心中应该暗爽，谢谢你们不赶我走，这面子我们台湾记下了。还有件事颇耐人寻味，以色列驻台代表处曾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2023年10月，发生震惊全球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立即发声明谴责暴力并声援以色列。以色列驻台办事处随后在社群媒体发文道谢，不但特地用中英文致谢，还直接用了总统、副总统的正式称呼来提及蔡英文和赖清德。这可是在打破外交忌讳，一般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官方场合都避免用这种头衔，以免显得承认台湾主权。然而以色列办事处这番操作，等于半公开地尊重了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称号。虽然只是一则脸书贴文，但细节之处见真章，台以之间的互动温度由此可见一斑。更直接的表态来自以色列驻台湾的代表本人，现任以色列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玛雅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就在哈马斯袭击后的2023年10月下旬，他面对媒体公开称赞台湾真的是以色列的好朋友，对台湾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的同情和支持表达感激。同时他话锋一转，罕见地批评起中国对哈马斯攻击的反应令人困扰。因为北京在该冲突中虽然口头呼吁停止暴力，却迟迟不愿谴责哈马斯，还跟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在以色列人眼里，这等于是对恐怖攻击不痛不痒。尤玛雅大使的这席话明白反映了以色列官方对中国的不满，以及对台湾友情的肯定。在他眼中，台湾的雪中送炭可贵非常，而中国的冷漠让人寒心。这样直言不讳，可说前所未见。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一方面，以色列没有改变他承认北京的官方立场，但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不避讳强调跟台湾的价值连结。或许是因为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以色列也意识到民主阵营需要抱团取暖。当很多国家在以巴冲突中渐行渐远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给了以色列坚定支持，这让以色列颇为感动。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老是和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唱同一首歌，台湾却和以色列同病相怜般站在一起，孰亲孰疏，不言自明。于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台湾展现更多善意。总而言之，如今的以色列对台政策有点像高空走钢索，一只手还挽着中国，以免掉下去，另一只手却在悄悄向台湾招手致意。俗话说，掌声响起来，必然有人喝彩。以色列对台湾示好的背后，其实也有台湾主动经营的成果。接下来看看台湾方面是如何推动台以关系一步步拉近双方距离的。首先，台湾对以色列的政策基调一向明确，虽然彼此没有邦交，但以色列是台湾非常重视的伙伴。台湾长期处于国际外交困境，能结交到像以色列这样的中东强国，自然是求之不得。因此，台湾政府这些年对以色列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不仅在官方层面维系交流，更鼓励民间各领域广泛合作。可以说，台湾是把以色列当成了准友邦来看待，用尽办法加深彼此连结。双边互设办事处是最重要的起点。
1993年起，双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办事处，虽然名义上不叫大使馆，实际上派驻人员、提供服务都和大使馆差不多。这30年来，台以双边透过办事处签署了30多项协议，涵盖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观光等各领域，简直包罗万象。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到环境保护备忘录、农业合作、科技研发合作等等，一应俱全。2020年，双方甚至签了互相承认驾照的协定，方便彼此国民考取使用对方的驾照。可见在许多实务事项上，台湾和以色列几乎是按照邦交国的模式在往来，缺的只是外交承认而已。经贸交流更是频繁热络。以色列虽小，却是创新科技强国，台湾则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制造重地，双方经贸上相辅相成。近年双边贸易额稳步成长，每年贸易总额在数十亿美元规模。台湾的高科技产品、半导体设备等输往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芯片设计技术、医疗器材、农业科技也引进台湾市场。2022年，双方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2023年，尽管有战争因素略有起伏，整体合作趋势仍在向上。台湾外贸协会还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台湾贸易暨创新中心，积极协助台湾厂商拓展以色列市场。这股热络不光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产业合作上。像台湾的科技公司常赴以色列寻找创新技术投资，以色列的新创企业也乐于和台湾合作，将技术商品化。双方都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一个是科技新创的创业国度，一个是高科技制造的半导体王国，双剑合璧，自然前途无量。除了商业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也是一大亮点。台大、清华、交大等台湾知名学府早与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特拉维夫大学等签有交换学生和学术合作协议。2024年10月，台以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推动艺术展演、文创产业交流。更有趣的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还在2023年初于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名为“当台湾人遇见以色列”的摄影展，庆祝双方互设办事处30周年。透过一张张照片，台湾民众看见以色列风土人情，而台湾的人情味也传达到以色列朋友心中。这种软实力的互动，增进了人民间的理解，好感度直线上升。谈到人员往来，不得不提最近刚上路的度假打工计划。2023年底，台湾与以色列签署青年工作假期协议，并在2025年6月正式启动申请。这个计划每年允许双方各200名18到30岁青年赴对方国家旅游打工长达1年。对年轻世代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去远在天边的国度体验生活。一位台湾年轻人或许可以背起行囊，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打工度日，相对地也会有以色列年轻人飞来台北，在夜市的小吃摊或科技新创公司累积人生经验。透过这样的交流，两国的新生代将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结。只是很可惜，中东局势瞬息万变。就在计划开跑不久，因为2025年中东再度紧张，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升温，台湾外交部基于安全考量，宣布暂缓执行这个度假打工计划。消息一出，不少满心期待的年轻人顿时大失所望。不过外交部也强调，等中东情势缓和，计划会尽快恢复，已获许可的人选可顺延资格。这段小插曲提醒了我们，台以关系虽热，但仍受到地缘风险影响。所幸双方推动交流的意志没变，等风头一过，年轻背包客们依旧有机会踏上圣城耶路撒冷的土地，或在台湾夜市里品尝珍珠奶茶。台湾对以色列不仅是热情互动，更展现了道义上的支持与善意。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攻以色列后，台湾成为亚洲地区最早谴责哈马斯、声援以色列的地方之一。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蔡英文、当时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几乎是第一时间发声明，力挺以色列反恐自卫的权利。台北一栋地标建筑台北101大楼还在10月12日亮起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灯光，象征与以色列人民同在。这种举动在过去并不多见，
可说是台湾对遥远盟友的一次深情告白。更实际的是，台湾政府和民间发起募款，短时间内就凑了超过180万新谢克尔，约新台币500万元，捐给以色列地方政府联盟，用于战后医疗及通信设施重建。此外，台湾还额外捐助了一批物资给协助以色列士兵和罹难者家庭的组织。连以色列自己国内都有国会议员感慨，有些在北部遭受战火威胁的以色列村庄，我去探访时，唯一陪同我的外国人竟是台湾驻以色列代表，他专程来帮忙。这名议员难过地批评自己，政府漠视那些村民，反而是远方的台湾伸出援手，令人动容。台湾这一连串举措反映出台湾政府的一项策略，把道义外交做到极致，以情动人。台湾明白，以色列虽重视现实利益，但也不会忘记谁在危难时真心支持他们。当全球许多声音开始质疑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时，台湾选择聚焦于谴责恐怖主义，呼吁和平，对以色列的正当防卫给予同情理解，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批评以色列。这种友好态度正逐渐换来以色列的回报。除了前述在 WHO 场合的力挺外，2024年4月，以色列国会台湾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团访问台湾，当面感谢台湾在困难时刻所展现的支持和情谊，强调这份友谊我们永远记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他时也表示，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台湾和以色列都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彼此更能理解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可以说，台湾对以色列施展的是魅力攻势和务实合作双管齐下，一方面以善意、同情赢得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另一方面以实质交流和利益捆绑，巩固双方关系。台湾外交向来吃亏在国际现实，但在耕耘类似以色列这样的非邦交友好国上却颇有一套。现在的台以互动俨然已是只差临门一脚的密切伙伴关系，除了没有互设大使馆和互派正式大使，其他种种作为直追真正的盟友。当然，台湾也很清楚自己不能要求以色列为了台湾去和中国翻脸。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强调，我们不会要求朋友替台湾上战场，我们所希望的是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份体谅让以色列心领神会，毕竟谁都明白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难处，台湾不会天真到让人家设北京而取台北，但台湾相信，只要交情打好了，关键时刻朋友自会拉你一把。正如俗话说的，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台湾努力扮演那个雪中送炭的朋友，如今看来，以色列也开始愿意为台湾站台呐喊了。探讨台以关系，不能忽视幕后两只大象，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厨房里，哪里都有美中两强的一双眼睛，台湾和以色列这锅汤，自然也难逃他们加柴添火或调味品的影响。美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时潜移默化，有时赤裸裸干预，交织成台，以关系的背景底色。先说美国，美国和以色列是传统铁杆盟友，美国和台湾也是实质上的坚定伙伴，虽然没有邦交，但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因此美国在这桩台以友谊中其实乐见其成。对华盛顿而言，看到自己的两个小老弟走近，自然有利于构筑更广泛的民主阵营合作网络。美国长期以来都希望把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串联起来，共同抗衡极权势力的扩张。在美中战略对抗日趋明显的近年，美国更倾向于鼓励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与美保持步调，也就是说，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当然，美国不至于公开唆使以色列去跟台湾建交，毕竟美国自己都还没正式承认台湾呢。但华府乐于见到以色列多跟台湾交流合作，这对削弱中国影响力有帮助，同时也可让台湾更安全一分。事实上，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以色列和台湾的靠拢，这并非阴谋论，而是有迹可循的。例如，美国过去几年不断提醒甚至施压以色列，要求其降低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依赖。2018年起，美国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以色列基础建设项目公开表达担忧，其中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取得海法港新码头经营权的案子。因为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军舰经常访问海法港，
美国担心有中国公司驻守港口，恐有安全风险。结果压力之下，以色列近年果真设立了投资审查机制，把中国公司排除在一些敏感项目的招标之外。又比如2020年起，美国力劝以色列别让中国企业承建特拉维夫地铁关键路段工程。尽管以色列嘴上不承认受美方摆布，但实际上已开始在中以经贸合作上踩刹车。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来是维护自己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二来也是要以色列逐步与中国脱钩，别站错队。当以色列与中国保持距离，他就更有余裕去亲近台湾，而不怕被美国嫌弃。可以说，美国塑造了一个氛围，让以色列觉得多跟台湾交往是正当且被鼓励的。美国对台以关系的影响还体现在战略思维上。近来一个热门话题是把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与台湾做类比。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美国全力声援以色列，同时也在台海增加军事存在。这引发某些讨论，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进犯台湾，美国会不会像支援以色列那样来支援台湾？甚至有舆论担心，如果美国在以色列遭袭时都没有及时军事介入，会不会让北京误判美国对台协防的决心？对此，美国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灭火，表示以色列与台湾情况不同，不宜直接类比，毕竟以巴冲突性质不一样，美国对台湾早有军事承诺。但不管怎么说，以色列的战争在美国决策圈中确实触发了有关台海安全的联想，一些美国议员更把台湾纳入对以色列、乌克兰的综合援助法案中进行表决，间接把三者绑在一起谈。2024年4月，美国众议院曾表决通过一笔包含援助以色列和台湾的巨额安全援助预算，这让以色列和台湾双双对华府表示感谢。可以想见，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正悄悄把台湾和以色列当成同一队伍的队友，资源配置也开始联动。美国此举传达给中国的信号就是，别妄想各个击破，我的朋友们可是一体的。再看中国，中国对台湾那是众所周知的打压，对以色列则是若即若离的利用和拉拢并存。北京当局一贯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把这当作外交红线。对于以色列，北京当然也不例外的敲打，只要台湾和以色列走近一步，中国就皱眉一下。像前面提到的海法事件，就是中国马上跳脚的反应。但中国给以色列的压力更多是在闭门场合，例如透过外交管道提醒以色列坚守一中原则，不得逾矩等等。我们可以想象，每当传出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要访台，或台以将签署某某新协议时，北京的外交人员大概就要去找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谈心一番，表达关切甚至警告。不过以色列似乎愈来愈不吃这一套了。一来是台以交流没触碰最敏感的底线，例如没有互设大使馆，所以中国也只能抗议几声了事。二来也是中国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寒了以色列的心。中国本来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中东地区传统上也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然而习近平政府近年野心勃勃，试图在中东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一方面大撒币，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又拉拢以色列的对头们，例如在联合国场域几乎逢以色列相关议题必偏向巴勒斯坦立场，还高调与伊朗称兄道弟。尤其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这让以色列既惊讶又有点失落。原本以色列希望自己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能共同对抗伊朗，可中国突然跑出来当和事佬，搅乱了中东棋局，更别提伊朗与中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国被认为将在经济上大力支援伊朗。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生存威胁，中国却在关键时刻拉了伊朗一把，这笔账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记着。哈马斯战争更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10月战事期间，中国表面上呼吁停火，但迟迟不愿直接谴责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自卫超出正当范围。不但如此，当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谴责哈马斯和声援以色列的决议时，中国投下反对票，等于和俄罗斯一起堵了以色列的后路。在以色列举国震怒哈马斯暴行，全球谴责恐怖主义的氛围下，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刺眼。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这回彻底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些以色列媒体和政要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偏帮恐怖分子，丧失道义，双方互信由此降到冰点。有分析指出，这是中以建交30多年来关系最冷的一刻。原本传闻以色列总理可能在2024年访问北京，如今看来也遥遥无期。在战争期间，以色列甚至一度传出不满中国角色，考虑调整对华关系的声音。虽然政府高层没有发表极端言论，但民间和智库已开始讨论中以关系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以色列著名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就观察到，2023年中以经贸往来首度出现显著下滑，其中或许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双方贸易信心下降。中国过去几年高速成长为以色列的重要市场，但2023年双边贸易额却比前一年骤减近20%，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以色列自身经济动荡、内部政治危机、战争等，但也折射出中国和以色列渐行渐远的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相对削弱，自然也间接放大了台湾的机会窗口。以色列现在对中国可谓又爱又恨，戒慎恐惧。爱的是中国市场和投资，不想轻易放弃；恨的是中国在战略上靠向自己的敌人。面对这种复杂心情，以色列未来很可能会更小心地和中国来往，不让北京牵着鼻子走。同时，以色列也会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免关键时刻被掣肘。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台湾更是看到一线生机。当以色列不再一味讨好中国，它就有更大空间提升跟台湾的互动层级。简单说，中国在台以关系中的角色，从原先的防火墙渐渐变成纸老虎。中国还是会跳出来吓唬人，但台湾和以色列都没打算被咬伤，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当然，我们不能天真以为中国会袖手旁观。若哪天以色列真在敏感问题上越线，例如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或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中国势必强烈报复。中国手上握有几张牌可以打：经贸制裁、外交降级，甚至在中东问题上更加偏袒伊朗和巴勒斯坦来惩罚以色列。但反过来说，这些牌北京未必敢轻易出。对中国而言，以色列也不是个可随便捏的软柿子。以色列在美国政坛有巨大影响力，北京若真和以色列撕破脸，恐将进一步恶化自身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得不偿失。因此现阶段，中国大概还会采取拉以色列输台湾的策略，一边对以色列讲经济利益，拉拢说咱俩做好伙伴吧，一边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让以色列看到台湾没有中国靠得住。这场角力还会持续下去。不过如前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中国的策略奏效几率降低。以色列不是傻子，他正逐渐认清民主世界和专制阵营的新冷战轮廓隐约浮现，站在哪一边对长远国家利益影响深远。夹在美中之间的以色列正在慢慢向美国阵营在靠拢，而台湾恰恰是美国阵营的一员。未来中国在台以关系中恐怕越来越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看着两个他不想见到亲近的对象走得更近。讲了这么多，终于要回到那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以色列会不会跟台湾建交？双方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甚至出现某种战略同盟？时至2025年仲夏，让我们来盘点所有线索，试着描绘这段关系的未来轮廓。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台湾之间并没有任何正式建交的官方消息。双方政府虽然互动热络，但都很谨慎，没有谁宣布要改变现状，从办事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步实在太大，充满风险。一旦建交，以色列势必要和北京断交，这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断送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可能引来中国在外交和地缘上的报复。而台湾这边虽然求之不得，但也很明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放弃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所以短期内台以建交依然属于小道传闻和专家幻想的范畴。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官方在任何正式场合都未透露有此打算。然而，国际关系从不是静止的湖水，而更像起伏的潮汐，一些异样迹象正在累积，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是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立法部门对台湾的友好度大增。
过去，以色列议会对台湾议题少有关注，但现在不一样了。议会中已经组成跨党派的以色列台湾友好协会，定期研讨台湾相关议题。在2024年和2025年间，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连续2年造访台湾，而且规格越来越高。2024年4月，由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访台，不仅见了蔡英文总统和外交部长吴钊燮，连台湾新当选的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等人都会见了他们。一行人还去拜访南部科学园区，参观绿能示范场域，可谓行程满当。塔波罗夫斯基明确表示，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政党，这反映出以色列政坛对台湾支持已超越党派。他强调以色列朝野对台湾的支持是团结一致的，并提到以色列自1993年设立驻台办事处以来，已和台湾签了30多项合作协定，未来希望继续深化关系。到了2025年5月，又一批由外事国防委员会成员泰勒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访台，这次更会见了台湾新任的副总统萧美琴，刚于2024年就任，以及国安会秘书长等高层。双方除了讨论科技、农业、资讯安全等合作，还首度触及了敏感的安全议题。据台湾方面转述，这次他们谈到了创新、农业、防务等战略合作领域。泰勒议员称，台湾是以色列真正的朋友和重要的民主盟友，我们面临类似的挑战，加深这种伙伴关系符合我们国家利益。这番话已经非常接近盟友间的调调，不再只是普通朋友寒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意机构已经在为双边关系升温预热，替未来可能的官方行动营造氛围。其次，我们看到战略合作的苗头，虽然台以之间还没有明面上的军事同盟或情报共享协议，但暗地里的交流正悄然展开。2025年年初，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台湾智库，双方讨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包括安全合作议题。与会的前台湾外交部长田宏茂直言，希望能为双方探索共同关切问题，比如区域安全，建立一个框架。出席的以色列驻台代表尤玛雅也批评了西方媒体对以色列反击恐怖主义的不公报道，可见双方在安全认知上相当契合。此外，有传闻指出，台湾方面对以色列的尖端军事技术深感兴趣，例如如何应对飞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无人机防御技术等等。而以色列也乐于了解台湾在半导体战略上的经验，因为台积电对台湾的重要性就像以色列国防工业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双方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确实存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讨论目前仅限于闭门研讨，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协定，但不排除未来某天，台湾和以色列会签署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谅解备忘录，比如在网络安全或情报交流方面，如果那一步出现，将代表台以关系的质变。谈到军事合作，必须回顾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其实在冷战时期，台湾和以色列曾是隐秘的军事伙伴。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美国为了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默许以色列扮演第三方军火供应商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台湾曾经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不少军备和技术，包括攻击快艇、各式枪械、飞弹零部件等。据说台湾的经国号战机和多艘军舰都有以色列提供的升级配件和系统。当年以色列为了冲破外交孤立，也乐于卖武器给台湾换外汇，可谓一拍即合。一直到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建交，这条暗线才被迫中断。中国当时就放话，以色列不许再对台军售。自此以后，以色列表面上遵守承诺，再没传出对台出售武器的大案子。然而，有些合作可能一直没断，例如电子战设备的信息分享、军事训练、经验交流等，只是不公开而已。200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曾指责以色列在美方默许下暗售部分尖端武器给台湾，虽然无从证实，但也反映出北京对台以私下军事往来的疑虑从未消除。如今时移世易，如果中国持续与以色列对立，例如加大对伊朗的军援力度，不排除以色列会考虑重新打出台湾牌，可能不是直接军售，但协助台湾提升军防能力，也许在所难免。
一些台湾和国际的安全专家就推测，未来某天，美国为了吓阻中国犯台，可能会游说或默许以色列把部分防空反飞弹技术提供给台湾，甚至参与台湾的武器研发项目。这当然还只是猜测，可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需要拉帮结派对抗的地步，以色列势必选边美国，那么和台湾联手围堵中国，就可能从幕后走向台前。除了军事和情报领域，政治上的突破也值得观察。是否可能有朝一日，以色列政府高调宣布提升驻台办事处层级，甚至改名为以色列在台湾代表处，这样更官方的称谓？这类象征性动作其实影响重大。比方说，立陶宛2021年就因为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中国经济报复。以色列若做出类似举动，等于半只脚踏出建交的一步。尽管目前看来，以色列还没有勇气踩下这颗地雷，但从语言用词上的细微变化，已经可以窥知未来方向。例如，以色列官员现在私下谈到台湾时，更常用台湾这个词，而非台北等委婉称呼。以色列媒体报道台湾新闻时，也越来越直白，不再只是转载中国官方说法。有些智库建议政府应该考虑邀请台湾官员以适当身份访问以色列，或者参加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会议，假以时日，这些建议若成真，都将是一种关系升级的信号。当然，所有美好展望都必须面对残酷现实的检验。台以关系要更上一层楼，最大的变数仍是中国。只要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松动，以色列就不会轻易抛下北京。一旦以色列觉得来自中国的经济诱因大过战略风险，他还是会对台湾保持一定距离，至少不会让北京觉得以色列要承认台湾了。因此，可以预见在近期内，台以关系可能维持一种暧昧升温但不越雷池的状态，非官方合作愈发密切，高层互动增加，甚至可能在科技、经贸之外碰出一些安保议题，但双方都不会公开提及建交，不会让对方陷入外交险境。然而，历史的车轮往往因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转向。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种情境，假如中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或在联合国对以色列祭出严厉制裁，甚至军援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以色列极可能出于报复或自保，考虑与台湾关系转正。一位台湾学者吴家龙就曾大胆预测，如果中共对付以色列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色列迟早会对中共出手，给难看，其中可能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外交承认台湾。这种看法虽然具争议，但也反映出在某些战略圈眼中，台湾已被视为牵制中国的一枚关键棋子。如果中东与东亚的两场博弈以一对抗与两岸冲突交织在一起，美国绝不会坐视，可能串联以色列、日本等盟友，形成更紧密的安全网。而台湾在这张网络中的地位只会水涨船高，不会被抛下。最后，我们不妨用稍微轻松的笔调勾勒一下未来的图景。或许有一天，特拉维夫的街头会出现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台北的总统府也迎来戴着小圆帽的以色列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仿佛电影桥段，但正如很多预言终将随时间被证明为真或假，我们眼下只能说，这样的剧本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当年埃及和以色列世仇几十年，不也在一夕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吗？国际政治永远充满惊奇，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目前台以之间那股暖意融融的趋势还在继续，双方都表现出更亲近的意愿。下一步也许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建交，但很可能是更多实质而低调的合作，例如共同研发农业科技，携手打击网络犯罪，互派年轻军官进行非正式军事研讨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实际上已让台以关系迈入新纪元。总而言之，截至2025年6月，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可谓达到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官方立场上，以色列依旧口头遵循一中原则，但行动上却频频对台伸出有益之手。台湾则把握机会，以热忱和实力赢得以色列的尊重与友爱。美国在旁推波助澜，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因自身立场而削弱。展望未来，台以不太可能立即蹦出一纸建交公报，但关系升级的小惊喜可能一个接一个。更多高阶官员互访，更深化的产业协定，
甚至默契式的安全合作。正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友谊的果实足够饱满，也许终有一天会结出正式外交关系的奇异之果，那将是对国际外交版图的巨大震撼，不啻投下一颗震撼弹。但无论结局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台湾的故事还在继续，两地人民将继续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起书写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篇章。谁又能料想，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不会惊叹，原来今日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转折，居然有台湾和以色列联袂登场的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象一下，一位身居中国军工核心的总工程师，竟冒着生命危险，悄悄透露出令人震惊的内幕。他的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内幕的核心：中国如果动武攻打台湾，无异于自寻死路。这样的惊人之语，居然出自一个参与中国武器研发与战略计划的内部人士，听起来就像谍报电影的情节。然而，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个故事背后的军事与地缘政治现实，看看为什么连中国自己顶尖的专家都会发出如此警告。首先，让我们从这位工程师的爆料开始说起。据传，这位在中国军工体系担任总工程师级别的专家，长期参与导弹武器研制和军事战略研究。他目睹了中国解放军为攻打台湾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新式武器的部署、军队的演习计划以及内部推演的结果。正因为看得太深太透，他对高层鼓吹的武统台湾产生了极大的疑虑。终于，他决定铤而走险，透过秘密渠道向外界曝光这些真相。可以想象，这位工程师在暗中写下报告时，内心的纠结与勇气，一边是效忠的体制和随时可能临头的风险，另一边是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他深知，一旦消息走漏，他本人可能会从此消失，但他更清楚，如果继续缄默，国家很可能被拖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那么，他到底透露了哪些惊人的内容，使得他甘冒其险也要发声呢？这位总工程师的爆料内容可总结为一句话：中国攻打台湾就是在战略上自取灭亡。当然，光有这样一句话还不够，他在报告中详尽列出了背后的多重理由。我们接下来一一展开，就像把他那份暗中传出的报告公诸于世一般，来看看到底哪些因素会让中国对台动武演变成一条不归路。首先，两岸军力表面对比悬殊，但渡海登陆作战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解放军的总兵力和武器数量远胜台湾，看起来气势汹汹，几十万大军，上千架战机，上千枚对准台湾的各型导弹，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役海军之一，听起来似乎要踏平台湾易如反掌。然而，公提醒说，不要被这种表面的钢铁洪流吓住。历史和现实经验一再证明，跨海入侵一座坚决抵抗的岛屿，远比想象中困难。台湾海峡平均宽约150公里，海况恶劣，多风多浪，每年因季风和台风影响，真正适合大规模渡海的天气窗口其实很少，可能也就每年几个月。如果解放军选在恶劣季节强行出动，风高浪急将极大削弱登陆效率。但若等天气最好时，台湾和国际社会也早已提高警觉。这位工程师特别提到，在现代卫星侦察和情报技术下，中国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十万人马和大量船舰推到沿海再偷袭过海，任何大规模入侵准备都会被及早发现。也就是说，战争还未打响，突然袭击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台湾将有时间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其次，即便突破海峡，台湾岛屿本身如同一道天险，难以攻破。翻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台湾适合大军登陆的地点少之又少。台湾西部虽有部分沙滩平原，但大多数近岸海域水浅，登陆舰无法直接靠岸，只能在离岸数公里外停下，改用小艇和2栖载具把士兵和装备一批批运上岸。试想，在这漫长的登陆过程中，解放军的船团不得不龟速前进，完全暴露在台湾守军的火力之下。台湾这些年布置了大量的岸防武器，包括反舰飞弹、远程火炮、海岸布雷等。一旦解放军舰艇停在离岸数公里处倾倒载具，岸上的台军导弹如雨点般射来，后果可想而知。此外，
台湾军队早已研究每一处可能登陆的海滩，部署了所谓的拒止设施，比如在易登陆的沙滩埋设地雷、反登陆桩，甚至构筑壕沟。一旦战时需要，台湾还准备在主要港口和海滩自毁设施，宁可炸毁码头，不让敌军利用深水港登陆重装部队。这意味着，哪怕解放军侥幸夺下某个港口，也可能发现港池被堵死，无法顺利卸下重型坦克和补给。台湾东部的地形更加险峻，几乎没有登陆选项，那里临海就是峭壁悬崖，解放军根本无处下脚。而西部平坦区域背后，往往不远就是丘陵和山脉。台湾岛中央是高耸的山地，主峰玉山超过3900米，整个岛屿有大片的崇山峻岭。对守军而言，山地是天然屏障；对攻方而言，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步步惊心。工程师特别强调了一点，攀登上岸只是噩梦的开始。设想解放军好不容易在某处海滩站稳脚跟，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是艰苦的巷战与山地战。台湾的城市密集，村镇众多，道路弯曲狭窄，非常适合伏击和游击战。台湾守军熟悉每一条街巷小道，可以且战且退，把攻方往预设的陷阱里诱。如果敌军想快速直取台北等政治中心，更是困难重重。台湾北部是政治经济重地，附近海岸如淡水等地防御最为森严，解放军要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硬闯，等于正面撞上台湾最精锐、防御最完备的部队，伤亡可想而知。但如果选择绕远在南部高雄、台南那些相对防御薄弱的海岸抢滩上路，又面临登陆容易北进难的困境。攻上岸后，还得沿着狭长的岛屿一路向北推进数百公里，沿途山岭重重，补给线越拉越长，两侧还随时可能遭到台军的反击和袭扰。简而言之，不管北攻还是南进，每一条路都像死胡同。这就像战争模拟游戏里的两难，直接攻打台北等于往刀口上撞，从南部绕路就像陷入泥沼慢慢拖垮自己。第三，两栖登陆战所需的庞大运输能力与后勤补给远超中国现有实力。登陆台湾不是小打小闹，得一次性投入数以10万计的兵力、海量的装备和物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是二战的诺曼底登陆，代号霸王行动。盟军调集了约7000艘各型船只，横跨100多公里的英吉利海峡，首波投入超过15万部队登上海滩，并在3周内陆续投入了约85万人，付出惨重代价才攻下滩头，打开通路。要攻下一整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规模只会比诺曼底更巨大。这位中国工程师提到一个令解放军高层夜不能寐的事实：目前中国海军的两栖登陆舰船严重不足。解放军虽然这些年下水了一系列大型登陆舰艇，例如满载4万吨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搭载直升机和登陆载具的大型船舰，以及071型船坞登陆舰等，但真正服役的也就寥寥数艘。按解放军自家的测算，靠现有军舰一次运兵上岸的人数，可能连一个满编师都不足，大概只能运几万人。台湾现役军力有10几万，再加上战时动员的数十万后备部队，如果解放军登陆首波兵力太少，登陆场立足未稳，就会被守军各个击破。可是要一次投入足够多的部队上岸，运输船只又远远不够。中国可以征用民用大型滚装船、货柜船来运兵运车，但民船毕竟不是军舰，缺乏装甲防护，且装卸设备不适合战场。民用轮船庞大笨重，一旦靠岸就必须靠港口码头才能快速卸载。如果码头被台湾摧毁或封锁，民船上的坦克装甲车难以顺利登陆。而且民船一旦进入战争前线，就是绝佳的攻击目标。岸防飞弹和潜艇鱼雷很容易锁定这些庞然大物，一旦击沉一艘，船上数千名士兵和大量装备将随波涛葬送。试问，连专门设计用来登陆作战的军舰都脆弱难保，这些临时凑数的民用运输船哪堪一击？如果说解放军真把宝压在民船身上，那无异于将几万大军置于火海之中，让他们乘坐浮动棺材渡海送死。工程师透露，在内部推演中，有一项数据令与会者倒吸凉气。按照台湾现有的反舰武器命中率估算，解放军首批渡海船团
可能在半途和登陆时期损失过半，这种伤亡对任何军队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这只是战争的开端。更棘手的是后勤补给难题，攻打台湾不会像演习1-2天就结束，而可能拖成数周乃至数月的消耗战。解放军即使前波人员上了岸，还需要源源不断地运去第2波、第3波增援，还有大量弹药、燃料、食品、医疗等补给品。然而，台湾海峡将成为一道生死线，台湾守军和可能介入的盟军势必死命切断这条补给线。只要登陆部队断了弹药和粮秣，再精锐的部队也撑不下去。解放军的坦克车辆需要油料，士兵需要食物药品。如果运输船一批批被击沉，登陆上岸的部队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被拖垮在滩头或山区。这位总工程师甚至直言，台湾海峡对解放军来说将会变成一条绞肉机走廊，每增派一批部队渡海都可能有去无回，填进去的兵力越多，损失越大，最后反而让中国精锐部队大量折损在海峡中。如此一来，中国整个国防力量在消耗战中被掏空，国力元气大伤，即便勉强占领了台湾的一角，也是杀敌1万自损8000，陷入无力控制全局的被动局面。第四，台湾自身的防御意志与实力也远比某些人想象的强悍。工程师强调，不要把台湾误看成所谓唾手可得的软柿子。近些年，台湾在国际支持下大力加强所谓刺猬战略，就是让自己浑身是刺，谁碰谁受伤。台军虽然总兵力和武器数量不及解放军，但胜在专守防御，以逸待劳对抗千里来攻。在武器装备上，台湾持续引进先进防御系统，例如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高性能的预警雷以及各式反装甲和反舰武器，同时也自行研制了一系列高效武器。雄风系列反舰飞弹部署在机动发射车上，可以躲避敌方侦察，在关键时刻突然现身，给予登陆舰致命一击。天弓系列防空飞弹组成多层次的防空网，加上西方提供的毒刺便携防空飞弹，让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战机难以在低空肆意攻击。还有新服役的远程精确火箭炮和暗制鱼叉反舰飞弹，可以在解放军船团靠近时就予以打击。此外，台湾也在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例如自行研发攻击无人机，设置沿海的水雷阵等，以小博大，专打对手弱点。台湾在人力上也做好了准备。过去台湾实施募兵制导致兵源有限，近年面对威胁，台湾已经将义务兵服役期延长到1年，并强化后备军人的训练。战时台湾预计可动员数十万后备部队，配发轻型武器，投入城市和乡村的防御作战。千万别小看这些平日隐于民间的力量，一旦战火降临，他们将保卫自己的家园，战斗意志毫不逊于职业军人。参考乌克兰的经验，普通民众在家园被侵略时也会奋起抵抗，甚至组织游击队骚扰占领军。台湾地形复杂，人民具有高度教育水准，民防意识渐增。如果解放军陷入持久占领，等着他们的将是难以终结的全民抵抗。正如这位工程师警告的，即使解放军的旗帜插上了台湾的一处滩头，也无法让台湾人民屈服，反而会激起更猛烈的反抗。到那时，中国将面对的不仅是一支正规军，而是一整个不甘被征服的岛屿人口。他们可能在每一条街巷暗中埋设简易爆炸装置，在每一座山头埋伏狙击手，让侵略者彻夜难眠，疲惫不堪。这样的消耗战将像无底洞一样吞噬中国的人力和士气。第五，更大的风险在于国际干预和全球反制。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台湾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事，它攸关整个亚太战略格局。这位总工程师强调了一个容易被部分激进人士忽视的现实：美国及其盟友绝不可能对台湾之战坐视不理。美国长期以来与台湾虽无正式军事同盟，但台湾关系法等政策早已暗含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尤其近些年来，台海局势紧张，使美日同盟高度警觉。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包括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第7舰队，旗下拥有如里根号航空母舰等主力战斗群，以及关岛的远程轰炸机基地等。一旦台湾有事，
美军可在数十小时内赶赴周边海域。日本作为紧邻台湾的盟友，也极可能参与防卫行动。日本南部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不到110公里。日本高层多次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见其态度。届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战机乃至潜艇都可能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投入行动。这意味着中国若攻台，实际上等同于向美日同盟宣战。以中国目前的军力，单独对付台湾或许有某些优势，但如果对手换成美国这样的超级军事强国，再加上日本高度现代化的自卫队，中国将陷入极其不利的态势。我们不妨展望一下可能的干预情境。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美军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可搭载数十架先进战机，在战场周边建立制空权，甚至不必冒险直接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美军航母可以在第一岛链外机动，让舰载机发挥作用。同时，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部队战力惊人，这些潜艇隐蔽巡航在深海，很难被中国发现，却突然现身于中国舰队路线上，发射致命鱼雷和巡航飞弹。解放军海军目前在反潜作战领域相对薄弱，一旦美日潜艇自由出没，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舰队随时有被偷袭重创的危险。更别提美军还有隐形战机，如 F-35、F-22 和长程轰炸机，如 B-2幽灵，可以从远距投射精确打击，摧毁解放军的指挥中心、雷达站和后勤基地。而日本也在加紧部署反舰飞弹和防空系统于琉球群岛。一旦开战，宫古海峡以西的广阔海域将有多重火力网拦截中国舰艇。工程师透露，解放军内部沙盘推演对此有清醒认识。如果美日联手介入，解放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头顶上有美军战机导弹，脚下海中有盟军潜艇鱼雷，正面还要硬汉固守家园的台湾军民，实在是九死一生。当然，中国不是毫无反制之力。解放军近年来发展了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装备了大量远程导弹，企图把美军挡在远海。例如，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号称专门用来打击美军大型舰艇。还有射程覆盖第一岛链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对美日基地实施打击。解放军也建构了重叠的防空网和反导系统，试图保护沿海重要目标。在网络和太空领域，中国可能对台湾和美军实施网络攻击，干扰通信甚至反卫星行动，以削弱对方的情报和指挥能力。然而，这位总工程师对此也有清醒的评估。这些所谓手检武器固然先进，但实战效果充满不确定。以反舰弹道导弹为例，它需要精确的目标指引才能命中在大洋高速机动的航母，而美军拥有强大的电子战和诱饵干扰能力，战时绝不会坐以待毙等着导弹落下。而且，美军完全可以选择更灵活的战法，不让昂贵的航母硬闯导弹圈，比如改用潜艇、远程导弹、空中无人机蜂群等来打击解放军。中国的侦察卫星和雷达也将面临电磁压制，一旦眼睛被抹黑，再厉害的导弹也打不到看不见的目标。工程师进一步透露，解放军内部其实对抗美作战有相当保留。一些机密推演显示，若与美军在台海直接冲突，中国海空军可能在1-2周内损失殆尽。空军现代化战机虽多，但缺乏足够的飞行员实战经验和空中预警加油支援，在美日联队夹击下存活率不高。海军主力舰艇从驱逐舰到两栖船团会被美日潜艇和反舰飞弹大量猎杀，可能陷入出港即遭伏击的悲惨境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等大型舰只在高强度冲突中极其脆弱。美军在冷战以来发展出完整的猎杀大舰战法，中国新服役的航母虽是大国象征，但战时很可能沦为敌方重点打击目标。一旦中国的几艘航母被击沉，那不仅是巨额国力投入的损失，更是心理和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毕竟，航母沉没是无法向国民隐瞒的大事件，将严重动摇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第六，经济与战略后果将使中国陷入长远的灾难。假如中国执意动武，哪怕不考虑战场上的胜负，单就经济和国际政治后果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一场攻台战争几乎肯定引发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工程师特别点出了中国经济的命门。中国经过数十年融入世界，经济对外贸依存度极高，能源和粮食供应线尤其脆弱。以石油为例，中国每天消耗的原油有将近3%依靠进口，而且主要通过海运运输。一旦战争爆发，美军海军很可能在马六甲海峡等关键节点实施封锁，切断中国的海上能源生命线。即使中国向俄罗斯等陆路进口一些石油，也远不足弥补海上供应的巨大缺口。中国虽建立了一定的石油战略储备，但据外界估计，大约也只能支撑2-3个月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战事一拖久，中国的工厂、交通，甚至军队、坦克都将面临燃料短缺的窘境。除了能源，关键的芯片、电子元件、高端机械设备等等，平时大量依赖进口。一旦打仗，西方国家必然停止对华出口，先进技术和零部件，国内库存用尽后，高科技产业将陷入瘫痪。反观台湾这边，虽然战火会重创台湾经济，但国际社会势必对台湾给予重建援助。而中国若沦为侵略者，将遭遇长期的贸易封锁和科技隔绝，几十年辛苦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国际政治上，侵略台湾将把中国推上全球对立面。现的世界，没有哪个主要国家会公然支持用武力吞并台湾，即便平时与北京交好的国家，在大是大非前也难以力挺侵略行为。欧美日澳等民主国家自不必说，印度、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也会因安全忧虑而站在对立面加强军备，邻国的敌意和防范将空前提高。就连中国仅有的几个伙伴，比如俄罗斯，恐怕也爱莫能助。俄国自身在国际制裁下泥菩萨过江，哪里有余力帮中国打破封锁？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会趁中国自顾不暇时伺机而动。例如，印度可能加强在边境施压，开辟第二战线牵制中国。那么多年经营的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也将因中国成了侵略者而大打折扣。许多合作国家会疏远甚至倒戈。在如此内外交困之下，中国执政当局将承受极大压力，国内经济滑坡和人民生活困难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动摇政权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阿根廷军政府因发动马岛战争失败垮台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这位工程师据悉也在报告中警告高层，贸然开战的后果很可能是政权不保。假如侵台战事陷入僵局或惨败，一向以民族主义凝聚民心的当权者将无法向亿万国人交代，到时民心崩溃，政治清算接踵而来，执政者将自食苦果。听到这里，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中国领导层难道会不清楚上述种种困难与风险吗？其实，理性的军事专家和决策者不可能没看到这幅图景。事实上，工程师透露，中国军方内部进行的多次模拟推演，结果都极不乐观。每一次的结局，不是登陆受挫，就是僵持数周后国际介入导致中国战败。据传，在某次高层军事演习推演中，红方解放军即使投入比台湾多数倍的兵力，仍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全控制台湾，反而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伤亡。模拟到后期，红方登陆兵力几近耗尽，海军主力舰队损失过半，美日联军开始反攻，红方只得含恨按下核按钮，做最后疯狂演习导调组。把剧本推演到这一步时，全场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明白，那意味着一场核大战和文明毁灭的开始。没错，攻台战争一旦打响，就有滑向核战的可怕可能，而这几乎等同于世界末日。这样的推演结果，让不少清醒的中国军官背后冒冷汗。他们终于理解那位总工程师所言，自寻死路绝非夸张渲染，从战场到国家存亡，条条都是死局。既然如此，为何还会有人鼓吹武力犯台的冒险？这恐怕涉及政治层面的误判与冒进。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内部存在某些鹰派，他们过度自信于纸面上的军力增长，加上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弄，使领导层产生一种现在军力足够，不妨速战速决的错觉。然而，正如这位勇敢的工程师揭示的，中看未必中用，外强可能中干。解放军虽然装备精良于往昔，但真正的现代化军队
不仅看装备，更看实战经验、联合作战能力以及整体国力的支撑。中国军队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就再没有打过大型战争，近半个世纪无实战经验。反观潜在对手，美军历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东反恐战争等多次实战洗礼，日军也与美军长期联训高度协同，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此外，现代战争瞬息万变，信息战、电磁战、后勤战，每一环都是大考验。战争不是看谁武器数字多就赢，任何一个薄弱点都可能被对手抓住，撕开口子。工程师直言，解放军内部装备部门和战研部门的人其实心里有本账，武器装备有长进没错，但要实现对台快速必胜，种种关键环节仍未有把握。他举例说，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近年才建立，许多军种间协同演练不够，后勤补给远海投送能力刚起步，缺口明显，对付隐形战机和潜艇的手段依然不足等等。这些弱点在和平时期或许可以掩盖，但在实战中将被无情放大。说到这，我们再回到故事的主角，那位无名的中国武器总工程师。他揭露这一切，是希望能唤醒决策者的理性，拉住冲动的战车。在爆料的最后，他满怀忧虑地写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穷二白的时代，完全没必要以玉石俱焚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任何好战之举都可能让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如果我们真正爱这个国家，就不应将成千上万的青年送上没有胜算的战场，更不应让国家承受灭顶之灾。这番掏心掏肺的劝诫字字沉重，然而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国内舆论场却难以公开出现。我们不知道这位工程师最终的下场如何，或许他已被当局盯上，不得不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或许他只是千千万万理性爱国者中的一员，他的想法正在军中和智库内部悄然传播，成为决策者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意见。在铁幕背后，也许有更多清醒的中国人明白这场战争的凶险，只是他们的声音一时难以传出。无论如何，这场惊险爆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明确的，武力攻台将是一条充满灾难的道路，它不仅伤害台湾，也将令中国自己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正如那位工程师警告的，这样的战争将让中国自寻死路，实在得不偿失。我们希望这份勇敢谏言能传递到更多人耳中，包括那些决策高层。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才是真正对两岸人民、对整个亚太地区负责的态度。毕竟，历史无数次证明了好战者必自食恶果。当理性的声音压过冲动，当和平的呼声取代仇，也许悲剧就能避免。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两岸能以对话代替对抗，让这位工程师冒死留下的忠告成为避免灾难的转折点，而非事后痛彻心扉的遗言。清晨时分，天空突然传来尖锐的警报声，台湾民众睡眼惺忪，一脸茫然。这是地震警报吗？不，是导弹来袭的警报。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我们的天空可能会密布导弹的身影。解放军的导弹如同下起一场漫天花雨般的攻击，目标直指机场、雷达站、指挥中心等关键设施。然而，台湾真的会在瞬间被击垮吗？别忘了，台湾早已为此准备多年，各种防御措施层层设下，绝非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今天我们就来一次轻松有趣的战略大解析，从天上的导弹攻防，到空军如何躲过第一波打击，再到海军如何避开封锁，陆军如何严防死守，让大家看看台湾的海陆空三方面都有些什么看家本领。如果战争爆发，最先到达台湾上空的很可能不是敌军战机，而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导弹雨。解放军很可能实施所谓火力围岛作战，发动密集的导弹攻击，企图在第一时间瘫痪台湾的防空系统和作战指挥。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远程火箭炮都会一齐上阵，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漫天花雨暗器，让人眼花缭乱。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用数量优势压垮台湾的防御，把机场跑道炸出弹坑，雷达站炸成瞎子，指挥通信体系打成聋子，让台湾军队一时间看不见、听不着、飞不起来。面对这密集的导弹攻势，台湾并非毫无招架之力。
首先撑起保护伞的就是台湾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和台湾自制的天宫系列导弹是台湾防空网的双核心。这些防空导弹就像球场上的守门员，专门拦截空中来袭的球。爱国者导弹曾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如今在台湾肩负着拦截解放军短程弹道导弹的重任。天宫系列则是台湾自主研发的骄傲。最新的天宫3型号称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可以在大气层外迎击来犯的弹头。当然，再好的守门员也不可能每球必挡。解放军如果一次齐射上百枚导弹，台湾的爱国者和天宫也会面临弹药耗尽、防不胜防的窘境。所以台湾的导弹防御讲究层层防护，多拦截。远程有预警雷达，提前发现威胁。台湾在新竹乐山部署了一座大型相控阵雷达，据说可以监视上千公里外的导弹动态，提前数分钟预警，就像给守门员指明球将从哪儿飞来。中程距离上有爱国者和天宫等主力反导系统进行硬拦截，近距离则依靠天剑、防空炮等武器担当最后的球门线救险。如此多层次的拦截下来，解放军的导弹雨至少不会让台湾措手不及，可以保住一些关键命脉设施不被一波摧毁。台湾也深知光靠拦截是守不住所有攻击的，于是还有被动防御这一手，就是把重要单位藏起来分散开，比如指挥中心和通信中枢都深藏在山坡下的加固碉堡中，就算地面建筑被炸毁，地下指挥所依然可以运作。各基地也进行伪装和诱饵布置，让弹打到假目标。甚至有传闻台湾早就规划了关键部门的备份位置，一旦某处被毁，马上启用备用地点继续运作，绝不让解放军一锅端。如果导弹攻击的目的是要让台湾飞不起来，那么空军如何在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保存实力，就是战争初期的关键。解放军肯定很想在开战第一天就摧毁台湾的战机，毕竟只要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后续的战术行动就会轻松不少。所以台湾空军这些年一直在玩一场生存游戏，目的就4个字：保存战力。台湾空军最引以为傲的招数之一，就是把战机藏进山洞里，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这货真价实。在东部花莲的山脉里，有一个号称可容纳上百架战机的巨型山洞基地，平时看似一座普通的山丘，里面却别有洞天，坚固的机堡隐藏在岩层深处，战机可以从隧道进出，神不知鬼不觉。这就像给战斗机打造了一个山洞宝箱，当外面的机场跑道被炸得满目疮痍时，里面的战机却安然无恙。当然，藏在洞里也不能一直不出来打，但至少能躲过第一波轰炸，保存实力，再寻机反击。除了躲藏，空军还有一套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绝活，就是快速抢修跑道。假设机场跑道真的被导弹炸出一个个大洞，难道飞机就永远飞不起来了吗？别忘了，台湾空军每年都进行紧急跑道修复演练，工程兵们仿佛 F1 赛车的维修团队，一声令下就冲上跑道，填坑的填坑，铺钢板的铺钢板，争分夺秒为战机重新开辟起飞之路。有时甚至不等水泥完全干透，战机就在临时修补的跑道上冒着灰尘起飞了，可谓惊心动魄，又让人拍手叫绝。更绝的是，台湾还有备胎跑道，没错，就是高速公路。台湾在几条高速公路路段预留了战备跑道的功能。每逢演习，我们都能看到公路突然封闭，工程人员把中间的分隔带拆除，清理路面，当作临时机场，让战斗机直接在公路上起降。想象一下，平日车水马龙的高速路上，突然有 F-16 战机呼啸降落，加油装弹后又腾空而起，这不是谍战大片吗？这些高速公路跑道就像空军的隐藏卡牌，一旦主要基地跑道瘫痪，战机还有后路可走。如此一来，解放军就算千方百计炸毁机场，也难以保证台湾空军完全飞不起来。只要有几架战机升空，台湾的天空就还没有被对手彻底控制。当然，空军为了保存实力还有其他招数，比如将战机分散到不同基地，不给对方一锅端的机会，利用假目标吸引敌方轰炸，战时甚至可能把部分战机转移到更安全的海外基地暂避锋芒，只要国际情势允许。总之，台湾空军不会傻傻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是尽可能提高自己在最恶劣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概率。这场生存游戏玩得好，战机就能重新升空，继续捍卫领空。聊完了天上的较量，我们把视线转向大海。台湾的海军舰艇同样面临开战初期被先发制人的风险。毕竟军舰不像战机，可以躲进山洞或开上公路，一旦停泊在港口，就可能成为敌方导弹和鱼雷的靶子。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军被堵在港内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例如清朝末年的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日军封锁港口，最终弹尽传沉。所以台湾海军早早制定了应对之策，称为威海计划。别看名字提到威海，其实就是要吸取当年威海卫的教训，千万别让自家舰队重蹈被一网打尽的覆辙。首先从硬件上解决港口被封死的问题。台湾最大的海军基地左营军港，过去只有一个狭长的出入口，万一被击沉船只或瓦砾堵住，里面的舰艇就成了瓮中之鳖。为此，威海计划投入巨资扩建左营港，兴建第二个出海航道，就像在家里多开一道门，以防火灾时唯一的门被堵死。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要在巨大的防波堤间再凿出一个通道，施工过程也备受关注。据说整个计划耗资数百亿新台币，新航道预计在2027年底完工。届时左营港将拥有东西两个出入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港里的军舰都多一条生路，不会被一招锁死。其次，还有一种更灵活的策略，那就是不开港，在外头晃。所谓远海机动，就是在紧张局势升高时，海军的主力舰艇干脆驶离港口，部署到公海上待命。与其在港区坐以待毙，不如在大海上打游击。因为茫茫大海之中，找到一艘刻意机动藏匿的军舰，可比攻击固定港口难多了。对台湾来说，战争一旦迫在眉睫，军港里可能就见不到几艘大舰了，估计都提前开出去散步了。比如驱逐舰、护卫舰可能部署到东部太平洋一侧，利用东部海域远离大陆导弹射程，再加上中央山脉作为屏障的优势，躲过第一轮打击。再比如潜艇更是会立刻潜伏深海，静静等待时机。台湾目前虽然仅有少数几艘潜艇，但每一艘都是让对方头疼的隐形杀手。海军的远海机动就像当年躲避台风，把船开到外海去，随着风浪起伏，也比系在港口被浪打烂强。只不过这次避的不是自然风浪，而是导弹和封锁。通过机动，台湾的海上战力不容易被一锅端，可以保存下来，伺机而动。舰队只要尚存，解放军在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时就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背后始终悬着一支游弋的舰队。这种不定时炸弹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当然，舰队出了港并不等于高枕无忧，接下来就是一场海上的猫捉老鼠游戏。解放军拥有世界上规模庞大的海军，各式反舰武器自然不少，从空中发射的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到潜艇水下发射的鱼雷，再到号称能打航母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都可能对台湾舰艇构成威胁。如果开战时台湾的军舰胆敢出现在台海附近海域，恐怕很快就会面临箭如雨下的处境。几架解放军战机可能在数百公里外齐射多枚反舰导弹飞向他们，附近海域潜伏的敌方潜艇也可能悄悄跟踪攻击。可以预见，台湾海军必须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以小博大，难度不小。台湾的军舰也不是毫无还手和防护之力。首先，每艘主力舰上都配备有各种自卫武器和电子对抗手段，比如舰上的防空导弹和高炮，可以尽力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舰艇还有干扰丝和诱饵弹，在发现被导弹瞄准时迅速释放，制造假目标干扰导弹的雷达。这有点像章鱼遇敌时喷墨制造烟幕逃生，让对方看不清真正的位置。此外，一些台湾舰艇装备有近防炮系统，就像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机关枪塔。当反舰导弹逼近最后几公里时，近防炮会疯狂射出密集弹幕，将其在空中打成碎片。场景就像用猎枪打飞碟一样惊险。除了躲避导弹，台湾海军还得提防水下的黑影，也就是解放军的潜艇。对岸潜艇部队规模不小，如果他们在台湾周边海域埋伏，台湾舰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上一枚鱼雷。
为此，台湾非常重视反潜作战能力。海军的舰艇配备声纳系统，专门聆听海底的动静，一旦侦测到可疑的潜艇噪音，就会投下反潜申弹或鱼雷，并呼叫反潜直升机支援。台湾空军也有 P3C 型反潜巡逻机以及其他侦察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长时间巡弋，用雷达和声纳浮标搜索潜艇踪迹。可以说，台海周边的水面下同样是一场暗战，一边是潜艇像幽灵般游弋，另一边是巡逻机和驱逐舰如猎犬般搜寻。不夸张地说，每发现并吓跑或击沉一艘敌方潜艇，都能大大降低台湾舰艇头顶上的威胁。话说回来，就算台湾舰队竭尽全力自保，在绝对数量上仍处于劣势，正面对抗解放军庞大的海空力量并不现实，所以台湾海军更可能采取打了就跑，保存实力的战术，伺机而动，不贸然决战。他们的目标不是歼灭对手，那不现实，而是尽可能拖住对手，保护自身，并等待攻击良机。一旦解放军开始对台登陆，台湾舰队才会寻机出击，例如突袭运补船团或孤立落单的敌舰。换句话说，在决战滩头之前，台湾海军会像一只隐忍的猫，躲过狂风暴雨般的追杀，而一旦战机出现，又会如猛虎扑向敌人弱点。能不能成功，就要看战时具体状况和双方的谋略了。但至少台湾海军不会坐以待毙，而会拼尽全力为国家争取每一分战机。假如前面的空中对抗和海上较量都未能让解放军放弃野心，那么最艰巨的一幕就会登场。接下来就是渡海登陆的地面决战。正所谓登岛一战定乾坤，解放军若想真正占领台湾，最终还是得派遣大批部队跨越海峡，在本岛登陆。然而，在陌生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是现代战争中最复杂、最危险的行动之一。对于台湾来说，这反而是守军最有利的战场，因为他们占尽地利，早已筑起了钢铁海滩。台湾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多年来把可能的登陆海滩都研究了个遍，从地形、沙质、水深、潮汐，到周边道路可用作掩体的地物，全都了如指掌。许多重点海滩附近早就布满了据点和射击阵地，一旦敌军船只接近，岸上的重炮、火箭、反舰导弹会先招呼，让登陆艇还没靠岸就吃上见面礼。就算冒着炮火登上海滩，等待他们的还有层层障碍物，像铁丝网、巨马、陷阱、地雷之类，让登陆部队举步维艰，如同掉进鬼打墙的迷阵。而防守方则利用熟悉的地形，从岸堡、掩体中居高临下射击，把滩头变成一片炼狱。解放军尽管号称两栖作战旅训练有素，也装备了两栖战车等突破利器，但在弹雨横飞的陌生海滩上，攻方始终是吃亏的一方。守军也不奢望一定能把敌人赶下海，虽然真能赶下去当然更好，但主要还是要牢牢持制，困住他们，把登陆场变成一个绞肉机。比如台湾陆军拥有号称地表最强的各式反坦克武器，从美制标枪导弹到自制的红隼火箭筒，都在等待着那些刚从登陆艇里开出来的坦克战车。一辆又一辆敌方载具被击毁，瘫痪在沙滩上，就会形成新的障碍物，把后续登陆的路线堵得更死。同时台湾也会把预备队调往登陆点附近，伺机发动反击。在滩头苦战的解放军部队很可能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遭到四面八方增援部队的猛烈反冲击。这就是岛屿防御战的优势，守军内线调动快，而进攻方却要从远方运增援。说到增援，就不得不提后勤补给线的问题。登陆战不同于空袭，光打一波不行，攻上岸后需要源源不断运人运物，才能把一个滩头据点扩展为全面占领。如果后续输送被切断，即使冲上岸的部队再勇猛，也会因弹药粮食耗尽而被反击驱逐。所以台湾防守的杀手锏之一，就是抓住切断对方的渡海补给线。怎么做呢？前面提到的海空战力这时就派上用场了。残存的台湾空军战机、海军舰艇乃至岸置导弹都会集中火力攻击对方运来的船团。一艘满载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巨型登陆舰，要是被一枚雄风反舰导弹命中瘫痪，效果不亚于让敌军登陆部队挨了一记闷棍。敌军可能突然弹药告急，医药告罄，
连饮用水都成问题。而且台湾还有特种部队、潜艇等，可以渗透突袭敌方后方的运输船只甚至港口。如果说登陆在台湾岛上的解放军部队是孤军深入，那么他们的命脉也就是跨海的补给线，犹如一根脆弱长链，正被守军千方百计地剪断。只要链条断裂，登陆部队就会像断线的风筝，最终被困死在滩头或推进途中。此外，台湾地形多山多城镇，就算敌军突破滩头，迎接他们的将是复杂的街巷战和山区伏击，每向前推进1公里都可能付出高昂代价。可以说，岛上每一栋建筑、每一座山头都可能成为堡垒，让进攻者仿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台湾全民动员抵抗，那更是攻方的噩梦，后有断粮之虞，前有巷战之险，左右还有游击队偷袭，可谓步步惊心。所以登陆滩岸只是炼狱的开端，后面还有连环地狱在等待着不速之客呢。讲到这里，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台湾整体防务思路其实就是以小博大，以逸待劳，攻其不备，这些都属于军事上的不对称作战思维。简单说，就是以弱制强，4两拨千斤，不和对手正面硬拼，而是用巧招妙计让对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台湾深知自己面积不大，资源有限，单靠传统武器比拼在数量上绝不可能追上对岸，于是把重心放在那些能让小兵立大功的战法和装备上。首先，岸基导弹部队是台湾不对称作战的王牌之一。别看他们平时只是藏在机库或地下室里的发射箱，但关键时刻能射出令敌人心惊胆战的利箭。比如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机动发射车可以伪装隐藏在山道、树林甚至厂房里，战时突然开到海岸线，架起发射架，嗖的一下就把导弹射向数十上百公里外的海面，一发不中可以再来一发，而且发射车立刻转移，敌人想反击也找不着踪影。即使解放军舰艇外围布下防空网，但面对四面八方不知从哪个渔港小道钻出来的雄风导弹，心里也得打鼓吧。除此之外，台湾也从美国引进了暗制鱼叉导弹，同样擅长躲猫猫式的偷袭。只要台湾岛还屹立不沉，四周的海岸线就如同布满了暗藏的刺猬刺，一有机会就狠狠扎向靠近的敌舰。其次，各型小艇大战大舰也是台湾不对称策略的重要环节。台海周边平时渔船商船众多，战时台湾海军那些隐蔽在港口和离岛的小型导弹快艇、无人艇，完全可以混杂其中，等待时机出击。一艘几十吨的小快艇平时不起眼，但如果装上2枚威力强大的反舰导弹，就变成了会移动的发射台。他们可能在夜幕或风浪掩护下贴近敌军舰队，突然齐射导弹，然后掉头就跑，或者干脆隐身在渔船群中。不对称的精髓就在这里。大国的重型军舰再强，难道要每条可疑渔船都开炮吗？敌人每分散1分精力在这些小威胁上，主力行动就慢1分。而这些小艇只要运气好，一击命中，对方损失的可是一艘数千吨的大舰。这样的交换比，台湾当然乐见其成。再一个，不对称利器就是水雷。别看水雷老古董，2战时就用烂了，但用好了照样让现代海军头疼。台湾沿岸，尤其是在可能的登陆点附近海域，一定会布设大量水雷。有些是战时由海军布雷舰迅速投放，有些可能平时就秘密布下等待激活。一旦敌军登陆，编队航行路径上安家落户了水雷，对方的2栖舰船就得提心吊胆，速度一快就怕一头撞上暗雷，像撬罐头一样把船底撕开。慢慢扫雷吧，又耽误宝贵的登陆时机。而每一次延误和慌乱都是台湾防御部队的机会。除了传统水雷，台湾还在研发各种智能无人装备，例如小型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等。未来也许会出现自杀无人机蜂群扑向敌阵，或者微型无人艇贴近引爆，这些都属于以小博大的典型战法。最后，不能忘了潜艇，这玩意儿本身不小，但如果只论数量，台湾潜艇相比大陆依然是寥寥无几。然而潜艇素有海底幽灵之称，哪怕只有1、2艘潜伏，也足以让敌方寝食难安。台湾多年努力自主研制潜艇，终于在前几年推出了第1艘自制潜艇，未来还计划陆续建造更多，每增加1艘都能扩大在台湾东部深海的巡逻范围。
潜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等敌人大型军舰和运补船团通过特定海域时，再悄悄跟上，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发动攻击，打一发鱼雷后立即溜走，下次换个方向再冒出来。这种威慑完全作用于心理层面。解放军海军永远要提防不知道哪儿藏着的台湾潜艇，航行和作战就无法全情投入。有台湾将领曾比喻，非对称战力就是要让敌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如履薄冰，稍不注意就踩到陷阱。说了这么多战法和装备，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决定战争胜负，人。台湾能守多久，最终看的还是人心和意志力。近年来，台湾不仅增加了国防预算，采购先进武器，也在积极强化全民防卫的理念。毕竟武器买再多，如果没人敢用、不想用，或者后方民心一溃散，前线再怎么顽强也撑不住。所以心理建设这件无形的武器，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关重要。先说硬件投入，台湾的国防预算近年来节节升高，创下历史新高。从添购 F-16V 战机、远程精准导弹到自研潜艇，量产各型导弹，钱确实花了不少。就拿2023年来说，年度国防预算接近6000亿新台币，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1倍。政府也动用特别预算来加速关键项目，例如投入数千亿量产导弹和无人机，目的就是快速强化不对称战力。这些真金白银砸下去，不仅买装备，也是买时间、买和平。对岸如果看到台湾年年进步，今天多了反舰导弹，明天多了防空导弹，可能就会多几分忌惮，心想这刺猬不好捅。我们常说备战才能避战，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但光有武器还不够，人民的精神韧性同样是国防的一部分。为此，台湾在全民国防教育和心理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学校增加了国防通识课程，教学生基本的防灾、防空知识。政府也出版了战时生存手册，指导民众万一战争来了该如何避难、储备物资、自救互救等。每年全台还举行万安演习，白天街头拉响警报，大家按规定迅速进入防空避难处。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让民众熟悉万一空袭来临的应对流程。甚至民间也有一些自发组织的防卫培训，学习急救、消防，甚至基础射击，目的无他，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些心理准备，而不至于真开打时手足无措。同时，政府和媒体也在努力塑造一种决心抗敌的社会氛围。看看海岸另一边的乌克兰，全国上下奋起抵抗强敌的画面，给了台湾民众极大震撼和启示。的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存亡之战，每个人都可能是战士，哪怕不是拿枪上前线，也是后方支援、维持社会运转的一份子。现代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对决，更是全民的考验。只要民心稳，意志坚，敌人就算一时打进来，也难以长久占领。台湾平时民主自由的生活看似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但关键时刻，正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会转化为保卫家园的勇气。俗话说，人心一举，军无斗志，反之亦然。只要全民抱定决心，绝不做第二个香港，绝不当亡国奴，那解放军就算来了，也很难真正征服台湾。总的来说，面对解放军可能的强攻，台湾并非孤立无援的羔羊，而更像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空袭也好，封锁也好，登陆也好，每一步敌军都将面临棘手难题。台湾不是在等死，而是步步为营。你来，我就躲过锋芒再反击；你疲，我就抓住机会猛打一把；你进，我就让你进得来出不去。正是凭借这种以守为攻、以小制大的谋略，才能在险象环生的态势中求生存。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战争没有人是赢家。台湾准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挑衅或好战，恰恰是为了避免战争，把自己的盾牌磨砺的锋利，让敌人不敢轻起战端，这才是最高明的战略。正所谓《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意思是说，最好的胜利是不必开战就能让对方知难而退。我们都希望两岸永远不要走到兵戎相见的那一步，但如果那一天不幸来临，至少台湾已经做好准备，让入侵者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毕竟，这片土地上每个人所热爱的自由和生活，都值得我们奋战到底去守护。